集团，以专业态度缔造传媒行业影响力，以全媒体思维整合纸媒、电台、杂志、新媒体等传播平台，全力为新西兰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新西兰全媒体一站式推广，唯有新中传媒。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看 Panda TV 37，我是主持人 Ian。大家好，我是小娇。Panda TV 37，新西兰最具活力的中英双语电视频道，全新的专业设备和演播间，全天候为您送上最精彩纷呈的多样节目。自制节目包罗万象，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深入解读时事要闻，诙谐探讨社会百态。玩体育、看房事、尝美食、读人生，更有 CCTV、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等节目转播，聊综艺、看热剧、品故事、知天气。Panda TV 37，您不可或缺的生活伴侣。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 FM 90.6，24小时青春调频，唯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CRI 授权节目转播。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 FM 90.6，新西兰最具创新精神、最具娱乐互动的温暖声音，唯一与报纸、杂志、电视、新媒体互动。906朝闻天下，每天早上7点至10点，最及时、最精准。906的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7点伴您回家，最热点、最幽默。APP 全球收听 NZFM 906，一起来吧！新西兰首家全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中文时代》登上飞机机舱了。新中传媒重磅打造，发行直击全纽，新西兰唯一与电台和网络互动的中文报纸，视觉与听觉从此交融互动。青春化、互动强、原创比重高。中文时代，前所未有的媒体创新。中文时代，开创新西兰中文媒体新时代。长白云的故乡在云之端，有一本杂志讨论他们的集体协议。奥克兰有1000多趟公交服务将会取消，时间集中在上午8点15分到下午2点45分之间。本次受影响的公交路线均由 NZ Bus 公司运营。据悉，取消的公交服务将会占到奥克兰全部公交服务的8%，其他运营商运营的公交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火车和轮渡服务依旧如常。澳大官宣留学福利，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奥克兰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称将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从12月2日起，奥克兰大学将在评估国际学生的报名申请时，接受学生的高考分数，以便符合要求的学生直接就读本科课程。澳大将在经过教育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后，于晚些时候公布保证入学的分数线。如今，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著名留学目的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在美国，2018年，新罕布什尔大学是第一所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公立大学，其他接受高考成绩的还有美国的一些私立院校。加拿大有30所大学，澳大利亚有7所高校也认可高考成绩。此外，英国也有一些学校接受高考成绩。澳大表示，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该校对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认可，也能让该校的录取标准和全球其他排名靠前的大学保持一致。本次澳大官宣代表着新西兰的8所公立大学均接受高考成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批16具英国货车案遇难者遗体运回越南。第一批16具在英国埃塞克斯集装箱案件中遇难者遗体已于10月27日早上抵达越南。这批遇难者分别来自越南中北部的3个省份。据悉，其他遇难者的遗体也将于近期运回越南。目前，越南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越南政府曾表示，将协助家属将死者的骨灰或遗体运回越南，运送费用将由政府预支。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辆从比利时驶入英国的货车上发现39具遗体。
英国与越南当局11月初证实，死者全部为越南籍。暴风雪天气肆虐美国西半部，丹佛机场过千旅客滞留。当地时间25日晚间，一场暴风雪从美国怀俄明州南部开始，向科罗拉多州中部地区进发。目前降雪量已经超过30厘米，阵风时速达到72公里。截至目前，这场冬季风暴已经导致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数百架航班被取消。1000多名旅客在机场滞留过夜，另有一条洲际公路因暴雪被关闭。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这场风雪随后将会向东穿越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并为沿途带来15到30厘米的降雪。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表示，当地时间26日夜间开始另一场风雪天气，预计将会给西北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带来大雪，并在俄勒冈州和加州北部地区达到暴风雪级别。由于2场暴风雪发生在感恩节期间，预计将打乱数千万美国人在感恩节假期出行的计划。华盛顿空域疑遭飞行器侵入，白宫国会山封锁约20分钟。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6日，美国首都华盛顿上空疑遭飞行器侵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主持人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今天早上我跟志鹏穿的特别熊猫，都是黑白，黑白配是吧？这个志鹏是外黑里白，我是里黑外白。哎，说明这个搭配还真的是一个是比较默契，另外一个也比较熊猫，再配合咱俩这个昨天都没有休息特别好的这个淡淡的黑眼圈是吧？今天这真是起火了。哎，今天真的是熊猫。对，我导播还在导播间里面吃竹笋，你看。好了啊，那么当然今天早上仍然是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新闻的内容，而且今天呢是真的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呢是因为今天是感恩节，是虽然说我们新西兰这边或者是中国都没有过感恩节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你看啊，现在年轻人当中，管他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个地区的风俗，只要能赶上什么，逢节必过，逢节必过，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人嘛，就是有的时候，哎，就是要珍惜眼前呐。一会儿反正我会跟大家讲到很多，反正听起来不是很。今天不太适合感恩节的新闻，但是我anyway了，还是要说的。所以呢，今天是感恩节，大家呢，我觉得不妨管它是哪个国家的节日呢，慰问身边的家人朋友，感恩一下现在拥有的生活。是，无论是怎么样的，其实都是值得感恩的，只要我们还活着，常怀感恩之心嘛。对，因为我在新西兰这边啊，听到就我来了不久，就听到这边其实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们有2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一个呢就是要教孩子 polite， 就是要有礼貌。有礼貌，像西方人他们很讲究这种 gentle， 对吧？绅士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当然女士也是，虽然不叫绅士，但是也是同样的感觉。所以她在这件事情上是非常注重的，有淑女风范。淑女风范。另外一方面，他们比较注重的就是教育孩子的就是 appreciation， 就是你要学会懂得珍惜和感恩你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他们会经常说，你要说 please， 要说 thank you， 你要去感恩别人对你的任何的帮助。没错，包括这种可能习惯性的赞美别人，对，也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呢？是做人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一种基本的礼仪。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值得去好好去学习和流传一下子的。今天正好是感恩节，就在不吃火鸡，可能很多朋友想去凑凑热闹啊，吃火鸡的同时，真的也可以感恩一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昨天有很多突发的新闻，让大家也开始更加的坚定说我们一定要珍惜目前拥有的生活。没错。那么另外一个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901空难的40周年。对，
40年前的就是今天11月28号，那么这个当时纽航的901航班呢，是在去往南极观光的途中啊，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操作的失误，那么不幸撞上了一座火山。对啊，机上的乘客包括机组人员是全部不幸遇难。我没记错，应该是200加上机组人员可能257人，如果没记错的话。是，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今天在新西兰各地都会有纪念活动举行，而且铺天盖地的会有很多相关的一些报道。说着这40年过去了嘛，但是确实对整个的新西兰的航空业其实是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的。没错，比如说啊，就说到这个现在整个的飞行员的培训啊，还包括了像现在飞机的相关的一些检测啊，也都因为那次的空难其实是变得更好了。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么今天在这个总统府，不叫总统府啊，叫那个 Government House， 应该叫什么呢？就是总督府，对，说错，总督府也会有类似的这种大型的纪念活动，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了，应该就是知道啊，这是40周年的空难的一个原因。好了，那么时间的关系呢，当然啊，今天是既值得非常开心，但是又是一个很让人觉得难过的日子，所以说呢，交杂着各种的感情，在交杂着不同的新闻。其实生活我觉得每天都是这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叫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嘛。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当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你在感恩的同时，其实也是怎么讲，就是某种程度上你会感叹一下，我现在的生活其实想想还是蛮幸福的，对吧？有时候也是这样，但是也没有必要每天都把这种目光注意力就放在这种不开心的事情了。生活总是要过去的。真的是，就是这可能就叫生活，哪有你永远悲伤和永远开心都不现实，对吧？而且你要是真的永远，就算你永远开心，可能你就已经感觉不到那是开心了。你可能需要一些人生的波折来感受更开心的 moment。是我原来记忆特别深刻的一句话，就是3000年读史，不外乎功名利禄。对5万里问道，终归是诗酒田园，是吧？怎么讲呢？这2句话虽然说很简短，但是含义很丰富。其实尤其是我们现在其实生活在新西兰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先天的条件，有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去计较太多的东西，就所有的我们说身外物，但是人嘛，总是不满足的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这么被 design 的，所以这个也没办法。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特别的，就是竭尽自己所能去追求某样东西的时候，也劝自己放过自己。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世界不放过你，是你自己不放过你自己。哎呀，因为我昨天看到了很多就是不是特别开心的新闻，所以今天早上说起来也比较沉重，又加上今天是感恩节，所以呢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堆啊，感叹一下。好了，那我们还是快速的利用这最后1分多钟的时间，把今天早上的新闻早知道跟大家来说一说，看看有哪些新闻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首先呢，大家如果说今天要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话，可能要注意了啊，今天 NZ Bus 公司啊，将近1000次的这个公交的班次将会被取消。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些司机师傅们啊，他们要去开会啊，去讨论一个集体协议了。但是不知道这些司机师傅们去开会是开车去的，还是坐公交去的？那当然是开车，不知道是咋去的。反正anyway了啊，他们的这个集体协议也是跟自己的待遇相关的嘛，所以说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公交出行的，可能要稍微的去留意。那么具体的时间应该是集中在8点15分到下午的2点45分之间。好了，那么接着呢，在新西兰方面还会跟大家来聊到，政府昨天又有一个新设的办公室开了。那么在开这个新办公室的时候呢，我们的总理以及卫生部长同时说了，我们要和新西兰人民的精神健康问题奋战到底。所以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这个办公室是干嘛的。另外呢，我们也会关注啊关于垃圾方面的问题。这个垃圾越来越多，该怎么办？政府呢目前是计划大幅提高垃圾的堆填费。至于说怎么个提法，提高了之后又能对这个垃圾的处理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呢？我们等到今天8点钟之后看看。涨价呗。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个计划法啊，看看到底是不是能够解决垃圾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中心选区，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这一次呢，在下一次大选当中，恐怕会再次的陷入到战场当中。我们说的战场，如果大家以前有印象的话，这个选区是 Nikki K 和 Jacinda Ardern， 就我们现在的总理，当时呢是斗了2届，但是最后呢 Jacinda Ardern 都是惜败。那么现在Jacinda Ardern 已经成为总
总理了，那这个位置谁来当呢？或者谁来挑战 Nikki K 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啊，在下届大选当中，可能会看到的就是抗癌斗士和新西兰过去40年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争斗。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对，另外呢，在今天，因为今天是周四啊，照例在今天的9点钟之后的时段，我会连线时事评论员 Peter 老师。那请 Peter 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门的话题，比如说布隆伯格跟特朗普之间的这个争斗啊，包括这个中国间谍的这个事情。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Greenland。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69。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7点18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今天好五彩斑斓呀，花花绿绿的。我赤橙黄绿青蓝紫全都出来了。不是，就是我每天报路况就想着怎么样能够报的稍微跟往常不一样一点，但是后来发现
不是红就是黄，再不就是黑。今天有什么呢？今天有机会了，是吧？今天能爆出彩虹来，今天能爆出花来。我们看看这个路况到底怎么样啊？就是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的方向，如果正在看电视的朋友，您看花不花？就是虽然说只有这几种颜色吧，但是它的这个断断续续的情况，这可让我怎么报呢？对，这种路况报起来是费劲，一轱辘一轱辘的，是吧？这样说吧，从 Istamaki 现在开始一路到 Kaba Pass Road， 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会儿红一会儿黄，就是它就没有一块是连成片的，而且每一段你看都特别短，是，所以我估计啊，一会儿再过了7点半之后，应该就连成片了，它就会变红。基本上我大概看一下这个比例尺，可能每一个拥堵路段啊，就是黄色和红色相间，大概每一个路况也就是1公里左右的长度。对啊，1公里黄的，1公里红的。我估计一会儿呢不用急，估计过了7点半之后，它就会连成片。对，就是由点到线，最后就成片了，全红了是吧？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啊，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好的，那么再来看其他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呢，相对来说好报一点，就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 Royal Road 仍然是黑色的，然后过了之后是红色的。在 Lincoln Road 到 Tiatatu 是恢复了绿色的行驶畅通，可是 Lincoln Road 和 Tiatatu Road上高速的口却是非常堵，然后呢，过了 Rosebank 之后，现在一路到 Great North Road 都是黄色车多，然后在 Great North Road 到 St. Luke's 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St. Luke's 之后，再往市中心也同样是黄色车多。那么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的方向上呢，今天黑色的稍微短了一点点 ，Albany Express Highway。还没到 Constellation Drive 是黑色大塞车，过了 Constellation Drive 之后呢，就恢复了红色交通拥堵，一路堵到了 Eastman Road， 过了 Eastman Road 到 Oniwa 也是黄色车多，过了 Oniwa 之后，基本上就恢复绿色的行驶畅通了，小路上仍然是非常堵啊。最近我发现 Eastman Road 还是一直都是Eastman Road 特别堵。就是不黑那是不可能的，从早上7点10分左右开始吧，就开始黑，一路能够黑到9点钟，我真的也是服了。好了，所以说啊，再次提醒大家，无论住在任何地方的朋友，是星期4的早晨，所以路况呢会比较复杂，还是要抓紧时间出门的。那么我们马上回来，正式进入新闻早餐。首先带给大家的是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大家好，早上的7点2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7点22分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观众那个脑洞，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新西兰这边受到了黑洞的影响。我觉得那个 size 差不多也快到一样的，就他们是怎么想到这些事情的？一会儿我们在讲到新西兰新闻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啊。比如说刚才说开办公室嘛，有朋友不小心说出了实话，是开玩笑啊，这是打个引号啊，这是大家的一个评价。我们先来说国际方面的新闻。昨天呢，应该说是真的是震惊了很多人的这一条。这已经不是娱乐新闻了，真的让人觉得很沉重，很悲剧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和志鹏呢是属于古董类的，所以我们俩对很多的这种娱乐时尚不是特别的追啊，不是说不追了，就是追也追不上，我腿脚不好，追不上啊，所以呢，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昨天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去了解到了很多后续的事情，才知道其实现在的娱乐圈啊。也是不容易，而且真的是太多年轻的生命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而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对，所以这个也是看到消息之后觉得非常的痛心。什么事情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熟悉跟喜欢的台湾演员高以翔啊，那么他呢是在浙江宁波录制一档浙江卫视的娱乐节目的时候，一档综艺娱乐节目的时候呢，因为突发状况，然后心脏骤停，最后抢救无效，是不幸离世了。我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件事情非常熟悉了，所以我们也不在这边赘述啊，到底这个中间的经过是什么了。只不过呢，就是这条新闻出来之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开始，我看到太多人在朋友圈啊，或者像这种媒体上的报道，大家都在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拿命拼啊，真的是这个生命啊，这么看起来的话，
我也不想算了，我不说这个词儿了，就说吧，就说真的，大家好好去珍惜，是，对吧？生命诚可贵，健康价更高，是吧？什么东西都不值得跟健康去拼，所以这件事情我就一语带过。但是呢，我要给大家来讲关于新西兰我昨天看到的一条新闻，这个呢可能离我们的生活感觉上更近，说的是新西兰的一个妈妈。她呢也是刚刚有了自己第2个宝宝，而她自己呢其实是一名营养师，所以说呢她平常对于健康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关注，她本身呢也是身体状况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那么最近就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她就在生完第2个宝宝之后啊，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的那个应该说是这个胸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肿块儿，但是他一开始也没有觉得特别在意，因为他不难受也不疼也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也知道新西兰这边乳腺癌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吧，这不是才另外一位那个国会议员也被诊断出了乳腺癌，没错。然后他就说那我还是去自己的家医那边去检查一下，所以他就去了家医那儿。然后在家医那里呢，其实我们有这个妈妈的照片啊，可以让那个导播找出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然后这个妈妈呢就去找到家医，这个家医呢也是说哦，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都非常好，也很年轻，所以就觉得应该没问题。所以说呢，就这样就过去了。他后来也是无所谓就走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可能过了1-2周，他就还是觉得不太舒服，就总觉得好像应该不那么简单，或者总是觉得不放心。所以呢，他就找了另外一位不是自己的家医了，但是也是 GP，就说呢去找他来看一看，要一个 second opinion， 就是再来看一看。导播，快给我们找他的那个照片。导播不在吗？在呢，正在那埋头找呢。今天可能图片比较多。好 ，anyway 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说，他就说，那我们再来找一个 GP 再看一看，算是复查吧，复查一下。结果呢，这第2个 GP。也跟他说应该是问题不太大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但是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你要不要去医院那边去照一个 X-ray， 就说照一个 X 光，再检查一下，这样比较放心。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去照吧。然后我们也知道新西兰这边很多的，比如说医院呐，这种主治医生等等，是你要 GP 去 referral 的嘛。对。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回家等消息，你什么时候 referral 好了，我就去找医生，医院的医生、专科医生去看。他就回家了，回家等了1个月。都没有人来找他，他就想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于是他就亲自打电话去医院去问了。结果这个医院就跟他说什么呢？就跟他说，哦，这个我根本就没有接到什么 GP 的 referral，你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这事儿忘了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哎，这怎么回事？他又给 GP 打电话 ，GP 就说，哦，我就反正就是 for some kind of reason， 反正我就人都要犯错吧，就是之类的，就没有去。后来他就真的。这都1个月之后了嘛，他就去看了，结果照完了 X-ray 之后被确诊他是乳腺癌4期，已经4期了。他的这个癌症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淋巴和肺部，所以人家说做手术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无力回天了。这个时候，所以人家医生就说现在只能做化疗和放疗来控制一下，但别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等于说是在完全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突然就告诉他已经到了4期，而且他自己都说我们并没有多么的不适，或者是说有多么大的感受。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就说我拒绝就这样放弃。他虽然说医生已经跟他讲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了，但是他说我拒绝就这样放弃，所以他也在世界各地的这种医院去寻找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然后呢，在菲律宾还是在什么地方，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啊，他就找到了有一些比较可能先进一点的，但是费用非常高昂的这种治疗的方式，而且这个新西兰这边是不包的，所以他就在网站上呢设立了那种捐款的网站，非常非常多的人给他捐款，短短的好像多长时间呢，就已经有10多万的纽币了，已经捐款到。但是他就说他要去积极的接受治疗，并且他说他会积极跟大家来更新他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情况。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真的就发生在身边。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就像我们说高以翔的这件事情也一样，他可能当时并不觉得身体有任何的不适，或者你也感觉不出来哪里不对，但他就是会忽然发生在你的身边。
对，因为这个首先也很年轻，30几岁，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管是说在这个综艺节目啊，还是说在这个荧屏上，也都是非常活跃的一个。都看了一下他的资料，之前对他不是特别了解，身高1.95米，而且呢，这个长相也真的是，我作为一个男士的这种欣赏眼光，我都觉得还真的是蛮俊朗的，因为我不太喜欢那种奶油小生的那种类型。对，然后对他的这个，包括网上的评价什么，大家也是都是出奇的一致，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然后包括参加这个活动前后啊，也是每天，因为作为艺人呀，或者说作为这种演员啊，这种明星来讲的话，每天也是特别的忙，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后天要赶各种各样的通告啊、活动啊，然后突然一下子就这么没有了。一方面可能是对我们关注身体健康方面也算是提了一个醒，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看很多的这个媒体也是在说啊，就是现在是不是有一些节目真的你没有必要去搞得难度那么大，或者当然我们能明白，为了收视率，这个我觉得还是等到真正他们怎么说节目组出了我们再说吧，到底跟有没有关我们不知道嘛，所以也不方便在这边来说到底是不是。但是能够确认的就是这个节目确实是长时间17个小时，从早上8点半开始录，然后当时出事好像凌晨1点多。中间大概是17个小时的持续的工作，当然也会有休息了，只是说工作状态是一直在保持的。那他自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之前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病史之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太好说。我们还是说回到新西兰这件事情吧，这个娱乐圈的不懂啊，所以我也就不多加评价了。在新西兰这件事情上啊，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说要买保险，当然我补充一句，就是说呢，要强调那个医生的意思是说，就算他提前1个月。比如说，他不是说他等了1个月并没有什么，就提前1个月，如果确诊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在1个月之内可能不会病情进展的那么快。对，但是你说对于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不会理解的，他就会觉得我被耽误了，你知道吗？这个心情是理解的，就算医学上面再怎么解释，他的心理上也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这个妈妈才一直说我拒绝就这样结束，我不会同意你们医生所说的就这样子没有别的办法了，所以他在一直的 fighting 啊，所以我是会一直关注着这条新闻，如果有什么样的进展，这个妈妈自己也说她会实时的跟大家来更新，她的治疗的阶段到了哪一步，如果我看到什么样的新闻啊，再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就好了。但是这个健康的问题是，反正通过这件事情吧，就是提醒大家自己的身体啊，有的时候稍微就是不要自己做判断，也不要问 Google 医生，要真的去问医生。有的时候，而且在新西兰这边，你要逼着医生去帮你看，对，因为他们可能也是过于忙碌啊，或者什么等等其他的一些原因吧。反正就是真的。多一事，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你一定要不断的去确认自己到底身体有没有不妥。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再跟大家来稍微说一说啊。这个一大早上我把不开心的非常沉重的事情说完，接着我们就往后说这个转一转心情啊，我们来说说别的。前面的就当是给大家提醒了，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了，接着我们就把目光转到其他的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最近又出现了哪一些的事情，来聊一聊关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这个通话。现在听证会不是我们说弹劾到了什么程度呢？对，慢慢的有一些新的消息出来之后，可能会对这个局势有一些影响哈。但是具体说影响程度有多大，咱们也不知道啊。但是有信息的更新，咱们就及时的来刷一刷。那现在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哈，特朗普跟泽连斯基通话的同一天晚上。白宫的预算办公室呢，就首次正式的扣留了援乌经费。我想这个消息一出，可能大家也都会感觉出来，那这两个事儿，你说能没有一点关系吗？为什么不在打电话的头一天就扣呢？或者说打完电话之后过个3-5天的再扣呢？为什么非在打完电话过了没多长时间，就在当天就把这个援乌经费给扣了呢？就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巧合，但是巧的太巧吧，就让人觉得你用巧合应该是说不过去的，难免去多想，对吧？那这个呢是12月26号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说，白宫预算办公室的有一份文件显示，这个是确实是有记录的啊。7月25号当天呢，白宫预算办公室是首次采取官方行动，
拒绝向乌克兰提供2.5亿美元的援助经费。在同一天早些时候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泽连斯基是刚刚通了电话，从而引出了到目前还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通话门事件。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最小小的最新的更新，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有什么结果再继续来讲吧。反正这件事情呢，我估计特朗普想要完全全身而退应该是不容易了，但你说弹劾成功那也是非常不容易，影响选情还是多多少少会的。所以说我们就来继续看。我估计对于反对党来说，他们也没想到真的能把特朗普拉下来，可能主要想的也是影响选情就够了。但是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意想不到。倒也是，他选上的时候也很多人说是意想不到，那他不也选上了吗？是不是？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放一放吧，我们就是关注进展就好了。是。那么说到美国呢，我们再把这条也是美国相关的新闻跟大家来说了。昨天不是也跟大家讲到关于电子烟嘛？是。没想到这次美国动作倒挺快。这是走在前头了啊！当地时间26号呢，美国纽约市议会就以2票对42票对2票几乎是全票通过了禁止电子烟的这么一个决议。那因为近年来使用电子烟的年轻人呢也是快速增加，那么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就表示我们这个法案是为了保护正在使用电子烟的年轻人。那其中有一些议员就提到说，现在没有什么比保护孩子的健康更重要的其他义务了。所以他是怎么个禁止法？就是年轻人不能吸电子烟，是这意思吗？按照他现在的这个说法呢，其实就是香味的电子烟，就得必须是没有味道的。对，它是一个禁止。那禁止的话呢，就是说相当于一个全面禁止吧，不分年龄了。那如果说是你就是普通的这种味道或者什么的，是不是就它应该就是说没有味道的。或者是真的就是烟草味的，可以销售这种，就是香味儿。因为现在你知道，在这种电子烟当中，就算我不抽的，我也知道，那味道真的太多了，是吧？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而且闻着是真的很好闻，所以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可能更大。所以对于更多的成熟的成年人，可能就觉得电子烟更多的是为了我要抽烟而抽烟，而年轻人可能就会为一些花边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所吸引，为了好玩而抽。对，所以这个香味对他们来说就更具吸引力。因此，这个纽约才说嘛，说是要彻底禁止这个香味的电子烟。但是也有人在说，他说你这种让它变得不泛，就是不好玩了，可能会导致的原因是不是大家结果会不会是大家又回去抽烟了？既然你让电子烟来存在去取代香烟，你就要让它变得更比较有趣。更 attractive 更 fun， 可是现在的感觉是不是会导致说大家都回去呢？也不好说。也不好说。以我个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你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戒断之后，你确实不想抽了，可能也就不抽了。但是每个人情况都不同嘛，因人而异。有可能你好几年都不抽了，突然一个阶段，比如说工作量增加、压力变大，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然后又复吸了当然是吸烟不是吸毒所以也有这个可能。所以无论如何吧，反正就说如果要是在美国查到，就说纽约嘛，如果你要是查到说有出售香味的电子烟，将会面临$1000的罚款。他说其实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因为吸烟而导致的相关的疾病也挺多的，甚至是就是电子烟可能呢都会引起相关的一些疾病。所以说呢，现在纽约也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针对年轻人，不好说禁止，比如说所有年轻人像禁酒那样，但是呢，就是起码要对他们来说不要那么的有吸引力。对，不要那么轻易的能得到。好了，那这件事情也就说到这儿。就说呢，纽约人家走在了前头，新西兰这边昨天就跟大家说完嘛，然后后来我也看很多的组织就在讲，他说这个新西兰这边之所以泛滥，就怪政府做什么事儿太慢。本来他们已经早就说了要对电子烟进行管控或者更好的控制，但是呢就啥也不出。然后出了就说我们又要讨论，又要拿回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说结果你看到怎么样？现在已经控制不住了吧？对不对？你现在再出台的，可能你以前想到的那些方法到这儿不适用了，因为大家很多人已经试过了，所以就赖政府了嘛。而且这个事儿，我觉得你收烟草税的话，你收的是这种传统的香烟，电子烟我不知道应该不在这个烟草税之列。对，所以这个你早点管控的话，是不是电子烟是不是挺便宜的？电子烟相对来讲比传统的烟草要便宜很多，就是至少要便宜1半以上吧。对呀。对，那你想这个每个家庭不是咱打个比方吧，就一个烟民可能他每周平均抽3包烟
那你算一下也得60-70纽币吧，就是按照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涨价啊。然后如果是抽电子烟的话，可能它一周花个20块钱。20-30纽币，那也不便宜哦。对，但是那你照比那儿，因为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家庭，他真的是就是吃福利这种，也没工作，但是抽烟抽的又很凶，所以你这个一周能省出来个几十块钱的话，也是购买好几顿饭了。你想，对于学生来说，一周20块钱，那也不是说便宜到就是人人皆可的那个状态嘛。所以说，我们来看吧，反正这件事情不知道新西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控制得住。好了，那我们接着再往下说啊，再来看一看日本方面。现在老龄化呢，应该是日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对，所以对于这个数字出现在日本，应该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了。但是出现这个数字也不意外，因为最近这些年日本一直是出现人口出生率偏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日本厚生劳动省啊，11月26日发布的一个人口动态的统计就显示说，日本1至9月份出生的婴儿人数为673800人，就9个月的时间出生了60多万人，比去年同期是减少了5.6%。那2019年呢，有可能会创下日本出生率30年来的最大减幅。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个这个图表啊，这个图表应该是从1950年左右，然后一直统计到2016年左右这么一个这也下降的太快了吧？从大概我看啊，从1970几年开始。就直线下滑，是因为在50年前后的话，当时日本是经历了一个生育，算是现在看来的话，算是生育高峰了。当时这个一年的出生的人数能达到200多万人，所以这个人数，综合在日本的这个人口总数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之后呢，一直到1965年左右。出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但是之后呢，从1966年一直到1974年这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人口是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然后从1974年开始往后，人口就一直下滑，到今年的话，统计有可能这个是出生的这个人口数量啊，会创下一个新低。而且他说这个数值还包含了日本出生和外国人在海外出生的日本人。他说，如果你要是仅限于日本出生的日本人，那出生人口全年比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还要再少3万人左右。那他是把在海外出生的也是归作日本籍的，也算在里面了。就说等于说你日本本地出生的日本人，那这个数字就更少，就说明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老龄化的现象就会更加严峻嘛。你想，你刚才说出生人口最高的什么1960几年、65年、70年的左右，现在也逐渐的走入到了可能要快到养老的这个年龄，然后你出生人口又这么低，所以它的老龄化的现象肯定会越来越严峻嘛。没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说日本啊，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在都是在面临的这么一个出生率偏低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像新加坡也是跟日本的情况很像。那当然日本的人口基数还是稍微大一点，新加坡人口基数其实相当于一个城市国家嘛，人口基数可能也比较少。那然后很多人到了70岁的时候，甚至年龄再大一点，只要说身体健康状况可以，还是要出去工作。那一方面不是说单纯的为了养活自己，也是因为年轻人不够用了，有一些可能不需要劳动强度那么大的工作，那我们就找稍微年长一些的人来。而且现在我发现年轻人的观念真的在改变，尤其是日本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压力太大，还是说这可能也跟基因和性格有关系。他们现在就日本人你会发现就很多新闻报道也看得出来，他们活得太自我，就是很多的事情连不用说孩子了，连另一半他们都觉得是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麻烦，他们就愿意自己一个人去生活，他也不觉得孤独了，他觉得这个孤独也比那个麻烦可能来的对自己要来的更好一些。所以这都是很多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年轻人啊，真的想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像这种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老人家在说的传宗接代是你的责任这件事儿，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是不可能的，他没有这个概念了，不可能的，就不一定说是概念了，他就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一个错误，根本就不应该。
所以这很难说。那你说以后怎么办呢？这种老龄化的社会，其实中国啊，渐渐的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到了可能40、50岁的时候，那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的，因为我们都是一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嘛，独生子女的那么一个群体那所以这个社会问题呢，有时候也比较复杂，很难去用一个相对简单的这么一个说法就把它一下就概括出来。新西兰也有老龄化的问题，就是现在年轻人也是，就是不要孩子，大家都现在丁克一族已经不是成为一种时尚，就是一种常态。是，但是好在呢，可能也有一些，就说吧，在新西兰这边，毕竟孩子出生，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很适合孩子成长的国家，所以也是有不少人呢愿意在这边生儿育女的。可是也是同样会面临着这种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没办法。没错，这个每个国家得想着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有的国家就说呢，延长退休年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怎么办？这很难讲。以后医疗体系肯定也会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说这个病那个病，然后 GP 变得越来越忙，很多事情无法解决，等等等等，这都是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可能觉得养孩子费事，另外一方面也是真是现在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包括你要以前，你比如说倒推几十年前，那家里面4、5个孩子，那就放养就好了，也不用怎么管，也都长起来了。但是现在你看养个孩子，天天上学之外还报这个班那个班，然后真的是家长也都非常辛苦。无论如何吧，反正这是个问题。时间来到7点45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D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石围仙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推陈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秀桌，社团宴会，欢迎预定。530号 Brisa Road Rainman。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 2173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 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 Panda TV 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g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三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 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江。那么7点49分了啊，接近，我们还是快速的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说2个跟太空有关的新闻啊，挺有意思的。第一条新闻跟大家来说关于国际空间站的厕所问题。是，可能有的朋友很好奇，在太空当中怎么上厕所啊？之前我大概的了解过，因为它有一个这种。算是真空负压的一个系统，然后它会把你的这个排泄物收集起来，然后再把里面的空气抽干，然后甚至说经过干燥处理，密封在一个一个小袋儿里面，然后等到有飞船，比如说往太空当中运送补给的时候，然后把这个返程的时候就可能会带回去啊。那或者是你，因为你直接扔到太空里面，那不可能嘛？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害嘛，然后万一被其他的外星人捡走，说，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对吧？也算是一个科学上的未解之谜。哎，对了，这条新闻出来是干怎么了呢？就说美国的国家航天局，就是大家熟悉的 NASA， 它最近表示是说，国际空间站所有的厕所都出现了故障。是，所以说呢，宇航员目前在太空站当中就是没有厕所可以用，怎么办？只能开始用太空的尿布。太空尿布，对，这个其实槽点现在主要是在哪儿呢？一个是就吐槽俄罗斯，因为国际空间站中啊，2个厕所都是由俄罗斯制造的。那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害怕万一出现有厕所失灵，所以才有2个。但是没想到2个居然同时出现了故障啊！这2个厕所，一个是位于俄罗斯舱段星辰号的服务舱啊，另外呢是一个是位于美国舱段的这个宁静号节点舱。那这2个厕所呢，一个是因为俄罗斯舱段就是在星辰号服务舱里面的这个厕所，因为存储箱已经满了，装不下了啊，那所以说就不能用了吧，对吧？总不能让它漫出来，对吧？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的。是，那另外一个这个美国舱段的这个厕所呢，也是因为故障灯啊一直长时间保持一个开启的状态，就说一直报故障，所以说也没办法用。而且他们就是说宇航员在上厕所的时候要把自己绑在马桶上，否则上不了。是，然后它马桶上面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抽风的装置，然后就防止排泄物四处乱飘嘛，对吧？因为它是会浮上，对，它是没有在失重的状态下，对你 ，interesting， 对这个你稍微不注意的话，你想那多恶心，那不是说光下水道漫灌。原来太空当中的那个厕所长成这个样子，就是 good to know。对，其实你可以把它，我理解是有点类似于扣在屁股上的一个吸尘器。对，你使用的时候就开启出来，但这个上厕所的体验，我觉得肯定不会特别舒服。哎呦，这太空能了。好，anyway了，反正就把这条小新闻告诉大家，还挺有趣的，看着有点像锅，你不觉得吗？它那个造型。对，因为跟咱们平时的这个厕所造型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的这个广播听众啊看不见图片。他说好了，我们有听众说，我正在这一边吃饭呢，你们就讲这个。好了，换一个啊，那我们再来说说，也是跟太空相关的，说是人类呢。避免了一劫。是，那如果说正在吃饭的朋友啊，听听这个消息，幸福感会爆棚。为什么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刚才我们还说到，就是说要感恩生活，对吧？对。今年的7月25号这一天呀，差那么一丢丢，这个地球有可能就灭亡了。真的，反正某一些城市应该会砸出坑来。这个还是挺吓人的。具体先说说怎么回事啊？7月25号有一个小行星，虽然我们老说今天小行星撞地球了，明天又出现什么样的但是这个小行星还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直观一点讲吧，地球跟月亮之间的距离，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大概是39万公里左右。那这个小行星擦过地球的时候，最近的距离是多少呢？7万公里。也就是说，比月亮还近，比月亮要近好多啊，大概是四分之一的这么一个距离。那是真的很近。对，如果说它运行的速度稍微再慢一点点，再晚几个小时跟地球运行的轨道擦过的话，那有可能直接会撞上地球。那撞击的这个损失或者说它造成的一个这个危害程度会有多大啊？有专家估计说，直接给地球撞击的这个面积相当于2个北京市城区的面积。哇，那它这个很大的一个，但不是小行星哦。对呀，相对来说，对，在行星里面它算小行星，但是就说它真正的那个面积，你想撞在地球上的那个面积可以达到2个北京市。那所以说这个毁坏力可以说是非常惊人。因为前2天我们说过，有一个大概相当于金字塔的这么一个小行星，这个撞上之后也是感觉哎呀不得了。那如果说这个能造成直接撞击面积达到2个北京市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那地球保不齐真的。但所幸啊，我们现在还能够开心的坐在这儿跟大家聊节目，然后有的朋友还可以坐在这儿吃饭。虽然可能我们本来想拿这个太空厕所的事情，是缓解一下气氛，但是有可能缓解的让刚才这个朋友有点气愤，是吧？好了，反正就太空的事情跟大家来说到这儿，就挺有趣的小趣闻。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跟大家来稍微通知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手里还有在中国的那个电话卡嘛。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最新的消息，我都没看懂。看到题目之后，愣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内容。他说中国啊，全国携号转网正式启动。什么叫携号转网？携号转网就是跟咱们这儿现在其实就很普遍了。比如说我是手机号，我用的很习惯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现在用的是 SPAC， 但是我想转到沃达丰。对，你可以保留你的号。对，我就直接跟通讯公司说一下，我还用原来的号，只是服务的运营商变了，这就叫携号转网。所以在中国呢，是现在看到正式开始做实验，就说呢开始也可以携号转网了，就是正式启动。现在看到是在天津、海南、江西、湖北、云南。前期呢是试验了这5个省，他们是在9月19号的时候正式提供了服务。那么截至到11月26号的时候，完成的携号转网的用户已经达到了316万。说呢，其余的26个省也都在11月10号开始试运行了。最后呢，感觉说好像状态挺平稳的，然后呢，大家也都就是回馈都感觉不错，所以说呢，现在准备要开始全国实行可以携号转网了。我一直不知道中国是不可以的。对，因为可能是因为种种限制吧，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主要的运营商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对，还有这个电信，然后以前呢，我知道是你在同一个运营商旗下的不同的这个服务品牌，比如说什么移动的全球通啊、神州行啊、什么动感地带呀，你在这几个服务之间，我都没有听过动感地带，我是走了多久？对，那个是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年轻学生的啊，年轻人比较喜欢用的一种这个套餐的系列，然后这个之间是可以互相来转换的。但是比如说我用的是中国移动的号码，但是我想让中国联通来给我提供服务，这在之前是不能实现的。现在它就也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说截至到2019年的上半年，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这些移动公司谁是巨头啊？好像非常压倒性的，中国移动总用户是达到了9.35亿。中国联通移动是达到了3.24亿，中国电信移动是总共是3.23亿。你看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加一块儿都没有中国移动多，是还差一截。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怎么说，不能说是垄断吧，但是有时候可能大家在这个服务商的选择上，因为本身也就这3家。对吧？对，哪个国家反正也就这几家。然后我们说是好像有不同的公司之间会有一个比较良性的这种竞争啊，但实际上可能有的公司。不过现在尤其是实行了这种，就是我们说人名嘛，实名制。对。那你转号可能更加不，时间关系啊，7:57了，稍作休息。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1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淘宝，电话0737778886。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
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Princess Road Greenland。安吉勒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Scale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Scal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6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1。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8，2173888。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农历11月初3。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奥克兰有1000多趟公交班次将会取消。今天，由于700多名公交司机们将会开会讨论他们的集体协议，奥克兰有1000多趟公交服务将会被取消，时间集中在今天上午8点15分到下午2点45分之间。本次受到影响的公交路线均由 NZ Bus 公司运营。据悉，取消的公交服务将会占到奥克兰全部公交服务的8%。其他运营商运营的公交服务暂时不会受到影响，火车和轮渡服务也依旧如常。再来看，澳大官宣留学福利，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奥克兰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消息，称将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从12月2日起，奥克兰大学将在评估国际学生的报名申请时，接受学生的高考分数，以便符合要求的学生直接就读本科课程。澳大将会在经过教育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后，于晚些时候公布保证入学的分数线。如今，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著名留学目的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在美国，2018年，新罕布什尔大学是第一所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公立大学，其他接受高考成绩的还有美国的一些私立院校。加拿大有30所大学，澳大利亚有7所高校也认可高考成绩。此外，英国也有一些学校接受高考成绩。澳大表示，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该校对高考成绩优秀学生的认可，也能让该校的录取标准和全球其他排名靠前的大学保持一致。本次澳大官宣代表着新西兰的8所公立大学均接受高考成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首批16具英国货车案遇难者遗体运回越南。第一批16具在英国埃塞克斯集装箱案件中遇难者的遗体已于11月27日早上抵达越南。
这批遇难者分别来自越南中北部的3个省份。据悉，其他遇难者的遗体也将于近期运回越南。目前，越南官方尚未公布具体的时间。越南政府曾表示，将协助家属将死者的骨灰或遗体运回越南，运送费用将由政府预支。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辆从比利时驶入英国的货车上发现39具遗体。英国与越南当局11月初证实，死者全部为越南籍。暴风雪天气肆虐美国西半部，丹佛机场过千旅客滞留。当地时间25日晚间，一场暴风雪从美国怀俄明州南部开始，向科罗拉多州中部地区进发。目前降雪量已经超过30厘米，阵风时速达到72公里。截止到目前，这场冬季风暴已经导致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数百架航班被取消，1000多名旅客在机场滞留过夜。另有一条洲际公路因暴雪被关闭。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这场风雪随后将会向东穿越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并为沿途地区带来15到30厘米的降雪。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表示，当地时间26日夜间开始的另一场风雪天气，预计也会给西北太平洋沿岸和部分地区带来大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以上整点新闻由双子移民留学赞助播出。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早上的8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今天仍然全部都是以晴朗的好天气为主。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也是稳步的在逐渐提升。奥克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最好可以一直这么保持下去，不要再热了啊。北岛南部地区今天呢，则是在最南端可能有一些强风出现，但是基本上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0度，早晚的最低温度是14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西海岸稍微有阵雨出现，其实比昨天的雨势来的要稍微小一些。东海岸全部还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方面呢 ，Nelson 最高是20度，最低气温是15度，但是中部地区稍微会热一点 ，Kaikoura 最高气温可以到24度。那么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今天是在最南端有一些阵雨，但是不影响高温。基督城今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9度，这才没到12月啊，下周才12月，已经到了29度了，最低气温是13度。那么到了明天呢，可能在新西兰的部分地方会偶尔有阵雨出现，也包括奥克兰，但是这个阵雨的几率啊，其实是非常小的。气温方面跟今天差不多，明天奥克兰最高22度，最低14度；惠灵顿明天最高21度，最低气温是12度。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
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富家安橱柜专业打造厨房、卫浴、衣柜产品，设计精美、实用、大方。富家安橱柜用心守护您在家的每一个角落。电话0926529926529969。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78886。Resin 特价优惠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涂料最高7折，墙纸7折，各种粉刷用具75折，让 Resin 祝您省大钱。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早上的8点11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朝闻天下带您开启全新一天，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那么8点钟过后，开始跟大家来分享新闻的内容。我看到一大早，我发了那个新闻早知道到我们的一些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开始跃跃欲试的忍不住要讨论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新西兰新闻的部分，快速的先来浏览一下，究竟有哪一些新闻内容是您不想错过的。首先呢，我们会跟大家聊到啊，在我们新西兰本地，那么今天有1000多个班次的公交车将会暂停服务。那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呢，是因为大概有700位左右的司机将会去开会啊，集体讨论他们的一个协议，肯定是跟薪资啊、收入是有关系的嘛，对吧？但是这个能不能把它等同视为一个罢工？也差不多吧，反正是受到了影响。反正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得自己查。基本上看了一下时间，从早上8点15，现在也差不多了。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2点半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由 NZ Bus 运营的大概1000次左右的这个公交班次会受到影响。如果说您在上班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坐到 NZ Bus 的这个公交车，那提前的查一下这个公交车到站的这个时间，或者说你这个班次有没有什么变动，或者说取消。那他那个就是直接取消了嘛，你没有什么，所以就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去自己查一查，大概受到
影响的奥克兰的占全部公交服务的8%吧，然后火车和渡轮不受影响，所以就是搭乘公交车的要稍微注意一下。是。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西兰新闻的部分，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到政府新设的办公室准备要开了。那么这个办公室是干嘛用的呢？总理和我们的卫生部长在昨天宣布的时候也说了，新西兰人民的精神健康问题，我们会为之奋战到底。所以一会儿我们来具体聊聊这个办公室到底干嘛的，好不好？是。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下，现在因为垃圾越来越多，怎么来处理呢？所以政府就有一个计划，大幅提高垃圾堆填费。你应该说大幅提高，具体这个幅度有多大，一会儿也是我们来仔细关注一下。还有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到一个选战的战场啊，就是奥克兰市中心 City 的这样的一个选区。这个选区呢，一直是国家党和工党必争之地。以前争论的双方是 Nikki K 和 Jacinda Ardern。那么现在呢，我们大家应该如果要是了解的朋友都知道 ，Jacinda Ardern 是败给了 Nikki K 2届，可是呢都是非常微弱的这个比例败给的 Nikki K。那么现在Jacinda Ardern人家已经成为了总理了，那么这个选区当然要有别人来代替。那么上来的这个人会不会给 Nikki K 带来挑战呢？我们今天要来讲一讲，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老将啊，政坛老将 Nikki K， 他自己也是个抗癌斗士，和一位过去40年来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就是绿党的这个 Swarbrick， 他们之间的战争，我们一会儿来讲一讲，看看大家更看好谁。好，那另外呢，今天也是周四啊，照例在9点钟之后呢，我们也会连线 Peter 老师啊，请 Peter 老师呢就最近一些我们的这个时政方面的重磅消息，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点评。那我们也会聊到，比如说布隆伯格跟特朗普之间啊，现在两个人也是一个算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吧，当然其他的候选人也有，桑德斯，对吧？是沃伦，包括沃伦啊，还有那个上一任的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对，那这个反正有点够呛，因为拜登没有他们有钱是吧？对，我们一会儿会跟 Peter 老师来聊到。还有呢，我们也会聊到最近特别火的中国间谍，打着引号的中国间谍，这是不是草木皆兵还是什么个状态呢？对，我们一会儿也会跟 Peter 老师来聊到相关的一些话题。Peter 老师来解读一下。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说其他具体的新西兰新闻的部分。那么呢，我在说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像办公室啊什么新开的办公室之前，先跟大家说几条快讯，是这个可能大家要去留意一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是新西兰航空90央空难的40周年，所以可能在各地呢，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活动。所以就是也是跟大家再次，我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再次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这个纪念活动主要是因为40年前 Air New Zealand 一架呢去南极去这个等于说是观光的飞机，结果呢是不幸的直接撞上了火山，所以导致全机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对，一共是237名乘客，包括20名机组人员啊，加在一块257人，这也是世界的这个航空史上非常重大，而且发生的也比较早期的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空难。是，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也是对后续新西兰航空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就那之后啊，所有飞行员的这个训练呐，还有飞机的检测啊等等各个方面都变得非常的严格。所以这件事情啊，今天呢是40周年，所以说会有很多纪念活动。如果大家看到了，纪念的就是这件事儿，稍微说一下。另外就是关于那个罢工的，不是罢工，就让你给我这个拐到了罢工，没有啊，人家是去开会的。公交司机不上班。对，讨论集体协议。所以说呢，这个公交车的事情大家也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一个快讯也要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就是关于储备银行昨天的宣布LVR 政策保持不变。其实之前的预期呢，很多人是说这个房价虽然说没有降下来，但是现在呢是趋于稳定了。而且呢，现在首次购房者的确是出现了这种买房越来越难的状态。所以有人就在说，这个储备银行会不会把 LVR，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 loan to value ratios， 就你的简单来说或者通俗来说，就是你首付要拿出多少钱，那个比例说是呢本来要提高，但是这一次呢是看到储备银行行长表示仍然保持不变。因为他是说呢，他说现在低利率
利率就是每个银行的利率都非常低，所以呢，它是怕导致很多人的这种非理性的借贷，所以呢就没有在这一次的调整当中把 LVR 继续放宽，等于说呢，首次购房者现在仍然可能要拿出20%的首付，有个别的情况是可以拿出10%的，但是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每一个银行可能是只有20%左右的比例。这个跟之前最早推出 LVR 的时候已经有提高了，那个时候每个银行是只有15%的贷款可以给那些首付只有10%的人，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比例提升到了20%。可是就是很多的应该说是首次购房者吧，都表示说拿出20%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你毕竟现在的房价很高，你100万、20万的首付对于很多新西兰年轻人来说非常难嘛，所以他们都希望说能够由政府放宽。但是我觉得政府的或者说储备银行的这个担心是对的，就是因为现在贷款利率特别低，所以会有很多年轻人冲动，或者是投资者一个不冷静，没错，就去投了，但是那个杠杆相对来说就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出现泡沫的几率也会更大，所以通过这个来控制一下，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很有必要。其他的一些国家也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程度的出现过，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的这种快速的上升。其实你说完全是一件好事嘛，也未必。而且对于很多想购房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你在这个阶段强弩一弩上了车，可能就像之前我们聊过。经过这个时间段之后，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咱们不是说买房就肯定是个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候这一步你一旦走对了，可能你的后半生都会因此而发生改变。但是如果说买房子，比如说你现在买不上了，那你房子卖到100万的时候你买不上，那等到涨到200万的时候，你就能买上了吗？不过这个东西很难讲，就是当时我们说2008年之前不也是其实不能说跟现在差不多吧，但是就说那个时候不也有一批嘛，就是都买了，因为那个时候贷款也很低，就进入了房市。结果房贷一下涨到了8%，最高的时候房贷的利率有没有到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飞到8、9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会死多少？如果你要是你自己的那个 leverage， 我们说杠杆太过于对吧？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 LVR 做了这样的一个控制，不放开。我觉得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对首次购房者，你这个政府一方面在说鼓励首次购房者买房，要帮助他们；另外一方面，你这个不放开，人咋买？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你要是冲动起来，那这个国家可能经济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要希望说广大的这种投资者也好，或者是说买房者也好，还是要量力而行的。对，不要因为贷款利率低，现在觉得还得上你就 OK， 起码你要让自己问问自己，比如说贷款利率涨到6，你 O 不 OK？如果你6能承受得了，我觉得相对来说还 OK。如果你要是只是现在4你 OK， 到6你就不行了，那你的这个杠杆可能就要稍微考虑考虑了啊。没错。所以这件事情也说到这儿，跟大家来稍微更新一下。那么接着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到新西兰的这个新设的办公室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办公室到底怎么回事。刚才已经有朋友开始按耐不住就在评论了那我们跟大家来先把这个事情呢详细的去讲一讲，是吧？这么一个办公室其实还是我看到新闻之后觉得有一点点震惊。来，我们先说说吧。那总理贾辛达·阿登呢和卫生部长 David Clark 一起呢宣布了新西兰首家自杀预防办公室开放。那么据说呢，设立这一个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新西兰的高自杀率。我不知道手头咱们有没有数据，新西兰的自杀率是多少？这个是真大但昨天在宣布这个办公室的时候，直接就给了数据。他说呢，根据统计，去年1年当中呢，总共有685位新西兰人是因为自杀而失去了生命。他说，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是一场悲剧，而我们这一届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和新西兰人的精神健康问题做斗争，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作为整个精神健康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自杀预防办公室。是这个首先说在这个方面的投入因为除了宣布这一个办公室的开放之外呢，政府还宣布将会投入1200万纽币的资金在毛利和波利尼西亚裔的自杀预防社区基金里面。所以说不光是我只开了一个办公室要做这个事情这么简单，还是有真金白银的投入的。我
明白这件事情的确在新西兰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就是每一次说到自杀率，尤其是年轻人的自杀率，我们的这个排名啊，在世界上都特别不好看，是比较靠前的位置，非常靠前，就是这个人数或者说比例是非常非常之高，所以这个政府去关注，我觉得是非常应该的，去了解了解到底年轻人为什么，或者这些我们说走上绝路的人到底什么样的原因。现在我们就说什么心理健康啊、焦虑呀、什么这个抑郁呀，简直是太常见了，所以这个政府去关注是对的。但我不明白的点是，办公室是个什么操作？就是你政府出来了一个办公室，干嘛？对，就大家坐在里头研究研究，大家就不自杀了？我觉得可能是想要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的设置啊，一方面是提升在这个问题上的关注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呢，肯定这个办公室你不能天天几个人光在这儿喝茶聊天讨论这个问题，你讨论不出什么结果。对呀，你该预防，你要做的一些措施还是要落实到位才行。就是比如说啊，你建立一个办公室，他没说建立办公室多少钱，我们就说我们举例吧，那建设个办公室100万1000万总要有了吧，对不对？那你说这100万1000万给那些，我们不是经常说新西兰这边有很多的那种帮助热线嘛？但是这个帮助热线他们就说自己的基金出现问题，什么人招不到，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打电话没人接，就是太多了嘛，那接不过来。那你把这个钱就直接投给他们不就完了吗？就是多招一点心理疏导员呀，需要一个办公室呢？它的点就在这儿，就说不是说我们新西兰没有这种机构，他就在昨天宣布的时候啊，底下列了一串儿。就说我们现在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可以找谁帮忙，好长的一串，就可想而知它里面有多少机构其实就在做这件事儿了。是。那为什么你政府现在一定还要成立一个办公室 office？干嘛呢？我不明白啊！就像很多上次我们说到什么那个，就说给所有的学校，不是所有学校，他说开始考虑要给学校提供免费午餐。对。当时不也有那个慈善机构或者相关的一些儿童的保护机构就说了，他说你把钱直接给我就行了，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10年20年了，我知道谁需要，我只是没有钱，没有人，你政府把钱给我就做了，更好开展，不就完事儿了吗？你现在自己又成立一个部，成立一个办公室，又有了一个什么管理的人员，你再重新研究一遍，那有什么区别呢？窃以为对于政府来说啊，有时候做事情是一方面，但是这个姿态也很重要啊。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不光要做，我还要让你知道啊。那你知道你就拨款不就行了吗？这不大家也知道。那我觉得设置一个办公室在这儿，那总比打个比方说，我们跟一个公司做生意。那它有一个实体的这个地方在这儿，那只是在跟你纸上谈兵，我觉得可能可信度那应该是有个实体会更高一些吧。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以为。就像我们总是开玩笑嘛，说你要是在一个公司做工作，如果你做的这个工作你老板没看见，等于你白做。所以对于总理或者对于政府来说，是不是我们就是他的老板？所以这个工作如果他没有让我们看到，等于他没做。我们不是老板，胜似老板，因为得给他投票呢。那我们当然是老板呀！你开玩笑，说是他管理我们，但他是我们投上去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啊，对于这件事情，就是反正就是成立了办公室，然后额外又投了钱。他投的这个钱，我倒觉得是 OK 的，因为他说很多的族裔，你可能用统一的方法，比如说你用新西兰人的方法去解决一个亚裔的他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不一定 OK。所以用他们了解的方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觉得这个 OK。所以说他就投了1200万，专门做这件事儿，针对太平洋岛裔是波利尼西亚裔来做这个拨款，我觉得这个 OK 啊。最后30秒，我跟大家说几个电话，如果真的有相关问题的，可以去拨打电话，比如说你可以1737，在任何时间电话或者短信这个号码都可以获得心理咨询师的帮助。1737啊，大家记一下。Lifeline 0800543354，或者是0952229999。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8点27分，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我再把底下的也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好的，马上回来。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
换汇在东平，纷纷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祝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安吉拉杨为您推荐5号 Kingston Avenue Monroe 1930年代的特性 bungalow， 3房加学习房和独立的客厅带壁炉，宽敞的门厅，地高景美，能看到天空塔。位于方便地段 Dominion Road 旁，走路去太平购物超市、银行、中餐馆、公交车站及其他便民设施。Dominion Road 小学就在您家背后。近 Monroe 初中、高中，开放日周六日12点到12点半，请联系杨丽萍021-338-311。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 Panda TV 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 37 FM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早上的8点30分，我们还是快速的来关注一下奥克兰主要高速公路上目前的路况信息。果然点连成了片。就刚才我们早上的时候还在说，可能很多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啊，7点半报路况的时候，那是真的是爆出花来了，因为它真的一会儿红一会儿黄，一段一段。你说是每多少1公里？差不多1公里，以1公里为间隔啊，一会儿红一会儿黄，或红或绿或黄。后来呢，就看了一下，我就说，当时我就在说，我说一会儿啊，估计这些黄就会被连成红。果不其然，现在1号高速从南往市中心，基本上过了 East Market 开始，一路到 Cable Pass Road 已经全红了。就是没有什么色彩斑斓了，就是全都是红色的，这好报嘛，对不对？比刚才那个一段红一段黄的好报多了。16号高速西区往市中心，今天早上也特别堵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得早点出门。前半段 Royal Road全线都是红色交通拥堵的，中间呢在林肯到提亚塔图稍微恢复了一下，但是过了提亚塔图之后，整个 Rosebank 这附近全线黑色大塞车。然后呢，过了 Rosebank 之后到 Greenhouse Road 这中间是红色， Greenhouse Road 又是一段黑色大塞车，然后再过了 Greenhouse Road 往 St. Luke's 走，现在也全线都是红色交通拥堵。北岸1号高速往市中心，今天早上也是从 Albany Express Highway 现在差不多到 Yarra Valley
红黑相间的非常拥堵的情况，而且黑色居多，红色是极少数的一小段路。然后过了 Vero Valley 之后呢，到 Eastman Road 也都是红色，交通拥堵。过了 Eastman Road 之后到 Oniva 也是黄色，车多。要过了 Oniva 之后才恢复畅通，而且小路上像什么 Eastman Road、Oniva Road 现在全部都是黑色大塞车的，所以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财经方面吧。没错，财经方面呢，股市我们来关注新西兰 NZX50 指数报11120.81点，涨76.27点；上证综指报2903.19点，跌3.87点；道琼斯工业指数报28126.32点，涨59.85点。那么另外在汇率方面呢，今天的参考汇率，纽币对人民币是4.52，纽币对澳币是0.95，纽币对港币5.03，纽币对美元0.64，美元对人民币7.03。好了，那我们继续就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新闻。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些心理健康的办公室。不是，是防自杀办公室，对吧？它俩还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呢，接着呢，就快速的跟大家更新几个电话号码。如果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朋友，我是真的非常衷心的希望大家去寻找帮助，因为你的这个心理健康对于整个的家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而且我们新西兰又有这么现成的好的服务，对，就去排解一下，或者是说让自己找到一个心灵的慰藉也好，或者说一个出口，抒发的渠道，一个出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所以快速的跟大家来说几个电话号码啊。没错，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Lifeline 是0800543354，或者是0952222999。52222999。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 Useline， 那么它的电话呢是0800376633，或者短信发送234这个也都是可以收到的。是 email 呢就是 talk 就是讲话 talk@useline.co.nz。那么另外呢还有专门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热线，那比如说呢对5到18岁的这个心理帮助呢，可以拨打这个 WhatsApp 的热线电话080094287787。那么这个电话的咨询呢，从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晚上11点之间都可以用，包括周末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也都可以用网上还可以聊天，用这个 WhatsApp。那么每天是从下午7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晚间的时间。那另外呢，包括 Kids Line， 这个也是针对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0800543754。这是一些这个电话。最后还有一个 Anxiety New Zealand， 就是处理这种焦虑的这个方面也是080026943989，是2694389。所以这我还是不完全，好长的 list， 有这么多的机构，你把你的钱给人家好不好？多添点人，对吧？多做有一些咨询的服务。多好！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用谈话的方式去疏导，有时候有的人真是觉得，你比如说青少年，他可能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些事儿，在学校呢，打个比方被我们讲叫霸凌了不能跟老师说，他又不想跟老师说，不想跟家长说跟其他的同学那也不好说，对吧？找谁去聊呢？就找一个类似这样的心理咨询，因为大家通过电话的方式，谁也见不到谁的面，可能从这个自尊心上来讲，也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对呀，你说对吧？你说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它的区别，也明白它的初衷，但是我有的时候是真的觉得人不要总觉得太自信，就不要总觉得自己的智慧会超过别人，并不是那么回事。你拿到自己手中，不代表你就能解决，而且你解决不了之后，还惹了一身骚，说不好听的，对吧？实在不行的话，拨打我们0992939666，是吧？找我们的常青树唠一唠，是吧？对呀，我背不住聊两句，你也开心了，是吧？对，或者实在不行上来骂我们一通，自己背不住也开心了，也行。是不是呢？好了，这件事情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继续关注。还有一件事情可能要给大家堵心的，这个如果要说完了之后，大家决定想要打电话上来找一下疏导，可以找我聊这件事情，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因为这是昨天环保部的副部长，也是绿党的国会议员，他所宣布的一个最新的类似于像法案的征集吧，但我估计这件事情征集啥呀，就是最后一定会过的。干嘛呢？我们的垃圾填埋费要涨了。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据说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垃圾处理，一个是
各个垃圾堆填区的这个垃圾越来越多，那么另外呢，也是花费的资金也是比原来有提高。那听不听，反正这个事儿咱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要面对是吗？说过去10年啊，新西兰人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垃圾填送厂一共送去了大约3000万吨垃圾，那么超过目前新西兰处理和回收再利用垃圾能力的50%。所以说呢，这个环保部的副部长他就说，这样的情况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啊，必须做出改变。那怎么改变呢？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包括以下的几个部分，我们挨个跟大家说说。首先就是深吸一口气啊，首先就是从目前的每吨10纽币啊，这个数字呢是2009年设定的一个标准，提高到2023年的时候，每吨50到60纽币。那么直接提升的就是5到6倍。5到6倍。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环保部的副部长 Eugenia Saga 是他说的啊。好了，我给大家呢换算一下，因为如果只听说目前每吨10纽币，说的就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垃圾桶的那个垃圾哦，就是那个垃圾。每吨10纽币是这个收给谁的呢？是收给政府的。现在要提升到50到60纽币，等于提升到5到6倍嘛。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到底涨了多少呢？我给大家换算一下啊，就比如说现在是在10块钱1吨嘛，那相当于你一个 bag， 就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垃圾袋的一个垃圾，大垃圾袋啊，不是塑料袋的那个，就大垃圾袋的一个垃圾，大概是6.5cent。一个垃圾袋核算下来，那么换算下来，如果它涨到了60块钱1吨的话，那么一个垃圾袋能涨到多少钱呢？就是39cent，从6.5涨到39cent了。这个涨幅是非常高的，但是你如果再加到我们平时就是放在门口的那种人家直接拎走处理的这个垃圾袋的话，那可能这个价格的涨幅，反正你就算吧，乘以5或者乘以6。对，就是现在你垃圾处理费。现在一个垃圾袋可能是1块多钱吧。那就再算。对，那你就乘以5的话，是吧？是不是觉得心里一抖？2038年啊，是2023年，生活已经困难到连垃圾都扔不起了吗？他就是说用这种方法让你来减少垃圾的产生量嘛，不要产生垃圾嘛。现在我们现在承受不了了嘛，所以这个说法窃以为倒是没毛病。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还要扩大垃圾填埋费的适用范围，要将将工业垃圾、建筑垃圾还有拆除的垃圾也要纳入其中。那费用也要从现在的10纽币到20纽币不等的这个状态啊，也要开始收取从10纽币到20纽币不等的一个费用。所以以后呢，就是工地上，又多了一项盖房子成本，对吧？你的垃圾还有什么？就是要收集更多有关垃圾生产处理的数据和资料，来提高呢全国各地区处理垃圾的一个能力。他说这个钱呢，政府收上来，就我们一下涨5到6倍嘛，也不是说我们政府就拿着了，而是要把这个大部分的钱呢，全部拨给各个地区议会，让他们呢去进行自己地区的怎么样能够把垃圾处理得更好，而且。在新西兰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Waste Ministry， 应该叫什么呢？就是最小化垃圾的基金会，就等于说，如果你是表现好的，政府可能从这个基金会里还会给你一些鼓励奖励，因为你减少制造垃圾了，对你在这方面做出贡献了。所以我估计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以为我给你涨5到6倍是我政府收了，不是的，我都会给你们的，我就是为了要去。处理好新西兰垃圾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垃圾太多了，所以我必须要减，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这个做法，包括这些钱花的到底有没有效果，是吧？这个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做法完全就是不合理的啊，因为确实是你比如说，在我理解啊，你通过这种提高你垃圾处理费用的方式来促使人们减少垃圾的制造。因为我有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就是说有的家庭啊，比如说他1个月可能只制造出来了一小塑料袋的垃圾，但是这个毕竟是个例嘛，对吧？咱就不说别的，家里有小孩，每天光尿布就扔出来多少个？对呀，是不是啊？所以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你没办法避免的。你总不能说让我们现在回复到，就像以前国内，我记得像我小时候家里面那时候没有什么这种一次性的什么尿不湿之类的，就是用那个尿介子，对吧？洗完了各家里只要有小孩，一看，他们家小孩肯定多，怎么的？你看门口挂了30多块尿布，对吧？你很多东西，你其实你生活
习惯已经到这种程度，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可是而且呢，我在考虑一件问题啊，就是你涨价一方面能够明白什么意思，当然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去制造那么多的垃圾，能够自己处理的就自己处理和消化掉。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也是为了，比如说我们整个新西兰这边的系统啊、什么设备啊更新，这能够理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会不会有人最终的解决方法不是说我不制造垃圾了，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那我就乱扔。不是从我家扔出去的，我不交费了吧？我扔到公共的地方，我在没人的地方，我把它一扔，也是处理垃圾的一种方法呀。对，这个逮着要罚款的吗？不是，就是那就别逮着呗。就我们这么想啊，就在新西兰，如果大家住在奥克兰很长一段时间的朋友就能知道，其实以前奥克兰比现在干净的多。是。现在你有的时候在偶不偶的，在很多垃圾的那个大的垃圾桶旁边会看到一堆废物，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现在扔不起垃圾。再包括现在大奥克兰市不是开始那种大件垃圾，各种都要收费，没错，又预约，就反正麻烦事儿多了。所以很多人现在连，比如说我家里有个茶几不要了，我想扔，往哪儿扔？怎么扔？你想想是不是都觉得头疼？所以很多人怎么办？就找一个比如说堆垃圾的地方，哎，一扔，在没有人的时候。月黑风高的时候，就悄悄的，就悄悄的。你说你的这个垃圾费如果要涨到5到6倍，会不会有人就把垃圾袋绑好，往车里一放，然后找个公共垃圾桶一扔，随便一撇就完了？那你说你要导致这个现象，是不是更麻烦呢？是因为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我们其实关注的也是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减少垃圾，或者说更加科学合理的去处理垃圾，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赞成的。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刚才也跟我们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啊，有的说你看堵车收税、垃圾收费，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就是成立机构加收钱，那最后能不能解决，这还两说呢。对吧？这也确实是一个现状。那再加上有的说，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进行这种强制分类的啊，或者更科学的处理方式？但是我是觉得涨5到6倍这件事情是让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太夸张了吧？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又不是像戒烟的，你涨了多少？你说这是为了大家身体健康？你垃圾这个东西你涨5到6倍，哎，算了。好了，这件事情就这样了啊，反正也就快速的跟大家就说到这儿吧。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的，反正就做好准备。现在啊是在公共咨询，说要公共咨询到明年2月，那真的有人赞同的，可能就是某党的支持者吧，会表示赞同。其余的谁，就算我的富翁一下子让我的垃圾处理费涨5到6倍，我也是心里要嘀咕一下吧，接受不了的，这是夸张了，是不是呢？对，任何事情都应该想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更科学的解决方法，而不是碰见什么，就像咱们网友说的，好，有这个情况出现，拿钱吧您呢，对吧？这不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的方式。好了，时间关系吧，已经到了8点45分了，这一节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啊，说到花钱，接下来这一节可能我都要交给志鹏讲了，我不会讲，是我们新西兰要准备买飞机的事儿，跟美国买飞机是军事上面的升级，看看花了多少钱买什么飞机。一会儿回来我们一块儿看看。你好 ，Lisa, come look。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新西兰百伦移民留学23年老字号，100%免中介费申请留学，专业办理各类签证、移民申请。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ee
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0941544368。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01，3778801。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0962303366。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48分，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8点49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新西兰方面的新闻。我也就能讲讲垃圾那点事儿，一上升到这个军事上，我就真的不会讲，就是我只能念。告诉大家呢，就是念我也不一定念得明白。就比如说他要买的这个飞机是什么130G 吗？还是念130G？ C130G 型。对 ，C130是美国的一个算是战术的运输机，还不是最大型的这种。但是呢，因为这款飞机 C130从最开始出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54年前后，这个飞机就已经出现了。哦，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都多少年的时间了？是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说，我要把我知道的先跟告诉大家，然后剩下的就交给志峰来讲。那我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政府呢，他现在正在考虑要准备拿出21亿纽币，21亿纽币的钱去买5架，就刚才说的那个直升机。还不是直升机，它是固定翼的螺旋桨的这种发动机的飞机。对，假装自己听懂。好了，反正就买就那个东西。对，买那个东西，就花21亿，等于说一架是4亿左右，4亿多纽币。然后现在呢，政府还说没有最后敲定，但是呢，感觉上是要差不多要买了。说明年呢，可能年初的时候在内阁当中会进行讨论，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好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志鹏，这个钱贵不贵？首先，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飞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买。这个突然交给我，压力有点山大，但是我就以我现有的这种知识储备啊，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也就是知道一点皮毛。刚才包括跟群友也在讨论说，这个 C130G 型的这个运输机是不得不换，因为什么呢？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新西兰空军的这个运输机啊，就是 C130的 H 型，这个飞机据说都已经用了50来年了。我不知道确切的是不是这个数字应该差不多。所以它的这个所谓的运输机是用来干嘛的呢？是运输什么的？它这个 C130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这种通用的一个，就好比汽车的底盘吧，然后你给它加装不同的上面的功能，比如说正常的一些士兵的运送、伞兵的投放。都可以用这个飞机，这不一定咱们用了，其他的国家或者其他的这个军队如果要用的话，从南岛偷到北岛。另外呢，就是包括救灾的时候运送一些这个赈灾物资，这个倒是也可以用的。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新西兰的这个军队更多的可能对于国内的一些，比如说突发的情况啊，像赈灾呀，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支援他国呀，没错，这个是有用的。那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个飞机还曾经改装过，下面加上雪橇
啊，以适应在2级地区的这种起降啊，就很高级了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 AC-130啊，就是我们给它翻译叫夜空炮艇，有这么一个叫，它在上面加装了有3种不同口径的这个有转轮机枪、火神炮，就是我们说的，然后还有这个大口径的火炮啊，然后作为一种空中的火力支援。啊，这个不同的改型有不同的用法，所以它就像那个我能理解的就是它就像乐高的那个牌儿，你往上拼什么它就是什么，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其实是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功能，当然最基本的就是说你不管是士兵也好，或者说你装备也好，包括赈灾物资的这种投放，因为运输机嘛，主要还是运东西。所以你看，比如说像我们跟太平洋岛国有很多的这种，比如他们有救灾啊，或者是各个人道方面的一些帮助啊，可能都会出动到这种运输机，对吧？对。那它这个价格呢，算 OK 吗？21。价格因为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就是，美国在军售方面肯定是不做赔本买卖。虽然是盟友，但是你说，哎，你作为老大哥，你支援我一下，是吧？不可能。你平价卖给我，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越是你需要这种东西，它越是给你加价啊，因为你有需求嘛。那而且我看到的是美国方面说了，说如果新西兰想买，我们当然是非常欢迎的，而且他就说是作为盟友，我们也有这个所谓的义务来帮助新西兰。是，但是好像价格上没有说因为是盟友所以打折。当然了，看在我们是朋友的份上，原价100卖给你130吧。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还不确定，就说那个呢明年要讨论。但有一个确定是什么？是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签了的，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给钱，就还没来。但是据说是快了的。另外那个呢是花了14.6亿美金买的飞机，这个叫 P8A 是吗？ P8A 呢是波音公司的一款机型，它呢主要是作为这个海上反潜巡逻，包括上面可以装一些电子的这种侦察设备其实算是一种侦察机，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高空的侦察机。那这个买4台。对，买4架。那这个飞机呢，其实怎么讲也是算是一种更新换代吧。因为以前咱们这边我查了一下资料，用的是有一款叫做猎户座的这种飞机，也是很老旧的一个型号了。所以说这种更换呢，基本上就是在不扩大这个军队基本规模的前提下，然后做一些新旧的这种交替和更换啊。因为你像这个130G 型的飞机，它包括一些这种电子设备。现在很先进的，像这种飞行员的这种抬头显示器，以前根本没有啊，就是目视飞行，然后全是那种像钟表一样那种指针的那种指示器，现在都是这种电子化了，可能会比较先进一点。另外，包括发动机啊、螺旋桨啊，包括气动布局的这种改良，也都是有的。所以说，频频点头，假装自己听懂。没有这个，还是我们拿买车来做一个比方，同样买一个车，壳子看起来差不多，不懂车的人看起来没有区别，但真正懂车的话，你这个发动机的排量，包括里面的配置都是有区别，所以价格也会差很多。反正我能看懂的就是加在一起大概有接近50个亿要投进去了，是，反正去更换设备，就是要花钱，就是要花钱。对，再看花不花呗。大家这个东西，那如果要是从军队，或者是从这个，就我们说国防部，他就说那当然是需要了，我们是为了保护，还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任务。但是如果要是民众来看，像我这种不懂的，就觉得我们需要吗？花50个亿哦，50个亿哦，牛逼，干什么？对吧？当然，这个飞机呢，其实也具有它的一定的优势，因为 C130呢，在世界范围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款战术的这种运输机。而且呢，刚才我们有群友也提到啊，他也很了解这种军事，他的这种，比如说对跑道的要求不是很高，而且呢，起降的距离相对于其他的机型来讲也是比较短。人嘛就是这样，因为不懂，所以就觉得不需要，就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得，对吧？就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好了，这件事就是这样了，因为我听不懂，所以就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因为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说50多亿可能要干这件事儿了。到时候我们再来看政府怎么决定。还有1分钟，我想快速的还把另外一件事情告诉大家，就是呢刚刚跳出来的 breaking news， 我们明年的新西兰这边的冬天，当然日本这边是夏天，不叫东京奥运会了嘛？是。现在呢正式宣布是 TVNZ 这次呢不和 Spark 合作了。这次是和 Sky 合作了，他们俩准备要一起为大家来转播整个夏季的东京奥运会。而且这一次呢 TVNZ 拿到的 deal 比较好，它是每一天的中午到晚上可以12小时播出，全程直播
奥运会那差不多，基本上就大家都可以免费看了，就是在每天进行赛事的这个阶段都可以看。但中间呢会把就是 TVN 在6点钟的那个新闻和后边有一个比较大家爱看的 Seven Sharp 的节目刨出开，剩下全在直播。这个还是如果要是喜欢运动的朋友，明天就可以看了，是免费的哟，就可以。当然了 ，Sky 的包括的就更多，只 TVN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个也是很大了，这个我不关心了，跟谁合作无所谓，只要有的看就对吧？好了，时间关系啊，因为到了8点57分，稍作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跟时事评论员 Peter 老师的连线话题。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66 096230366。石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Grace House Greenland。雪山天对岸，陶波湖畔边。风景秀丽的陶波市迎来第一家中华美食绍兴饭店，店内装饰精美，环境典雅，服务一流，全天提供中国特色菜肴、风味小吃，集中华烹饪之精华，汇南北风味之大成。陶波绍兴饭店欢迎您。地址8号 Northcroft Street 陶波，电话0737788886。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 Panda TV 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g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 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志鹏。今天是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农历11月初3。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奥克兰有1000多趟公交班次今天将取消。
今天，由于700多名公交司机将会开会集体讨论协议，奥克兰约有1000多趟公交服务将会被取消，时间集中在上午8点15分到下午2点45分之间。本次受到影响的公交路线均由 NZ Bus 公司运营。据悉，取消的公交服务将会占到奥克兰全部公交服务的8%。其他运营商运营的公交服务不会受到影响，火车和轮渡服务依旧如常。澳大官宣留学福利，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奥克兰大学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称将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从12月2日起，奥克兰大学将在评估国际学生的报名申请时，接受学生的高考分数，以便符合要求的学生直接就读本科课程。澳大将在经过教育委员会的批准和审批以后，于晚些时候公布保证入学的分数线。如今，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著名留学目的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接受中国高考成绩。在美国，2018年，新罕布什尔大学是第一所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的公立大学，其他接受高考成绩的还有美国的一些私立院校。加拿大有30所大学，澳大利亚有7所高校也认可高考成绩。此外，英国也有一些学校接受高考成绩。澳大表示，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该校对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的认可，也能让该校的录取标准和全球其他排名靠前的大学保持一致。本次澳大官宣代表着新西兰的8所公立大学均接受高考成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批16具英国货车案遇难者遗体运回越南。第一批16具在英国埃塞克斯集装箱案件中遇难者的遗体已于11月27日早上抵达越南。这批遇难者分别来自越南中北部的3个省份。据悉，其他遇难者的遗体也将于近期运回越南。目前，越南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越南政府曾表示，将协助家属将死者的骨灰或遗体运回越南，运送费用将由政府预支。10月23日，英国警方在埃塞克斯郡一辆从比利时驶入英国的货车上发现39具遗体。英国与越南当局11月初证实，死者全部为越南籍。暴风雪天气肆虐美国西半部，丹佛机场过千旅客滞留。当地时间25日晚间，一场暴风雪从美国怀俄明州南部开始，向科罗拉多州中部地区进发。目前降雪量已经超过30厘米，阵风时速达到32公里。截止到目前，这场冬季风暴已经导致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数百架航班被取消，1000多名旅客在机场滞留过夜，另有一条洲际公路因暴雪被关闭。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这场风雪随后将向东穿越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并为沿途带来15到30厘米的降雪。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气象局还表示，当地时间26日夜间开始的另一场风雪天气，预计将会给西北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带来大雪，并在俄勒冈州和加州北部地区达到暴风雪级别。由于2场暴风雪发生在感恩节期间，预计将打乱数千万美国人在感恩节假期出行的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是由志鹏为您编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看与收听。以上整点新闻由春丝面条赞助播出。春丝面条丝丝真情，中国挂面知名品牌。天气预报由玉山 KCH 独家冠名播出。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易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 Food， 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Tamaki， 联系电话0927235519，0927235516。
早上的9点06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新西兰主要城市今明2天的天气预测。以下的天气预报是由玉山食品独家冠名赞助播出的。我们先来看新西兰北岛的北部地区，那么今天呢，基本上全部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所以说啊，这个气温方面也会随之呢稳步的提升。奥克兰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也可以达到15摄氏度。北岛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最南端啊，稍微有一点点强风出现，其余的地方也都是晴好的天气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个风大的原因，所以惠灵顿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早晚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再来看南岛，南岛的北部地区呢，今天则是在西海岸仍然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那么在东海岸仍然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方面 ，Nelson 的最高气温也是可以到20度，早晚的最低气温是15摄氏度。再来看南岛南部，南岛南部呢，今天则是在最南端会有一些降雨，但是不影响高温。可以看到基督城，这还没到12月份，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29度，早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皇后镇稍微凉快点，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新西兰全境个别的地方会有一些阵雨出现，但是雨势啊都不大，而且呢，我估计这个阵雨啊也是非常的偶然的机会可以看得到。气温方面跟今天差不多，明天奥克兰最高22度，最低14度，惠灵顿12到20度。双子留学移民政府持牌，学生签证、工作签证、移民申请、父母团聚，各类疑难签证，双子一站式解决。联系电话0937788013778801。申请父母退休移民找百伦，申请投资移民找百伦，申请技术移民找百伦。百伦移民留学26年老字号，申请留学享免中介费找百伦。恭喜百伦移民留学成为奥克兰大学全球最佳代理。要留学找百伦，要移民找百伦。电话0936815588。在新西兰安居乐业，一个朋友般的律师将是您的生活必备。瑞启诗律师事务所为您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用专业的态度提供量身定做的法律服务。电话0958011083。瑞启诗律师事务所，您生活的可靠朋友。Resin 10月促销活动正在进行 ，Resin 高级油漆和木材着色剂75折到7折优惠，墙纸7折优惠，粉刷用具75折优惠，让 Resin 助您省大钱。换汇在东平，分分好汇率，款款有保障，有口皆碑，服务好，快速安全，信誉度极高。东平是助您安心就读和置业纽西兰最佳的换汇选择。电话0800366474或6大分店。来自柬埔寨传统优质稻米产区的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2019年新米全面上市了。龙凤牌茉莉香米100%的茉莉香米，晶莹剔透，清香软滑，价格适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龙凤牌上等特级茉莉香米，餐馆酒楼消费者的最佳选择。买大米请认准龙凤牌，新西兰总代理林氏兄弟出入口有限公司。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我是杨健，与您一同关注新西兰时政热点。杨议员时间每周一上午9点和晚上7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潘达 TV 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星期四的早晨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会进入到跟 Peter 老师的连线时间，所以我们先把 Peter 老师请进来。Peter 老师早上好。早安。早晨好，小娇。早晨好，志鹏。是。听众观众大家早晨好。那么今天早上呢，跟 Peter 老师啊，也要聊到一些最近特别火热的一个话题啊。对。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目光转到美国方面来看一看大选，这还有一段时间哦，现在就已经开始激烈上了。对。比如说，你看说这美国的大选还真的受人关注啊。那当然了。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布隆伯格这次是正式的宣布了。我第一个问题就想问 Peter 老师，您觉得布伦伯格会是特朗普的对手吗？是，我认为在所有的现在民主党出来的候选人当中，布伦伯格是比较有实力的候选人。我个人的认为啊，您说的这个实力指的是说经济上的实力，还是说真的是在政治上的实力？Well， 那这个实力不光是财务上的实力，也是政治上的实力，也是从政经历的实力，也是世界上人员关系的实力各方面的实力。不要小看人员关系，很多评论文章都不分析这个人员关系。布隆伯格在全世界的政治界、国际组织、联合国，他的人员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人脉很广。对。之前他在联合国的时候是关于气候方面也是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相关职务。他是对，他是联合国的一个气候组织的主席他自己也发起了很多民间的这种关于气候关怀的组织。是。可是我们就说商业论坛、经济论坛，他发起了很多组织活动。可是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就说西方的这种民主选举当中，毕竟你总统是谁是靠就是民众选出来的。就说无论说你在比如说你某个方面有多么的成功，你经济上有多少钱的支持，或者说你在外边什么主要的这个人物的关系有多好，可是民众买不买账才是最关键的嘛。没错。那他的人缘怎么样呢，Peter 老师？他在纽约市一直做得很好啊。你这样，你应该我接你的话题说哈，那个民主选举嘛，是大家选择，最近还是要靠人民，对不对？对，这是肯定的。但是无论怎么靠人民，你没有钱你是选不上的。就是说除了人民之外，还有很多条件是必备条件，你没有，你再有人缘你也选不上。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他是除了基本上有民意之外，他还有很多独特的条件。我刚才开头一上来讲的都是他的独特的条件，相比就是很有钱啦，国际这个跟其他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关系非常好啦，人家都很尊重他啦，诸如此类，这都是特朗普没有的。特朗普不仅没有，特朗普跟美国的历届总统来说，他是国际人员最差的，对吧？是他这个国际人他是他自己怼出来的，他本来不应该那么差，但是他就对呀，全世界谁都怼到后来把自己信誉都要怼掉了，对吧？他一开始上来的时候还说很多人是他朋友呢，怼着就没朋友了。对，但是呢，他也有他一定的条件。你看他筹款能力很强啊，对，特朗普，对吧？那么另外他这个吸收工薪阶层、低层人民的选票的能力非常强啊，是吧？是吧？所以他也有他的一些特点但是不论如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胜特朗普，但是他在我看来，他是战胜特朗普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可能目前看来是最佳人选是。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参加竞选，只是宣布参加竞选，而这个竞选还不是美国大选，还只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初选。是。目前还留下17个美国总统人候选人。没错。他在17个当中，也前头有三个人或者说2个人吧，是排在他们前头。你看，第一个拜登，第二个沃伦，第三个就是桑德斯，对，桑德斯嘛，对不对？这3个人是这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3个最主要的人。那现在布隆伯格一进去，就必须在这3个人之间的前头或者是第一位。那这样的话，他就有意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因为他进去太晚了嘛，
是他能够战胜那3个候选人，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被民主党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下来对的就是特朗普的连任，是，对吧？对。是。那么这个人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大概稍微简单的讲讲这个人哈。这个人在经济上是非常非常有成就，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出身，他父母亲都是俄罗斯后裔啊。没错。他父亲是俄罗斯犹太人，他母亲就是一个俄罗斯人。是。他是第三代错了，他是第3代啊，在移民到美国，他自己读书很好啊，他读的是工科，他读的是电气专业大学本科是然后他到哈佛读的研究生，然后就进入了美国的一家金融公司，很早的一家金融公司，这家金融公司叫所罗门兄弟，后来所罗门兄弟被另外一家更大的金融公司买了。然后他就当交易员，后来他就自己挣了一部分钱，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公司，后来就办到了这个96年的时候，他把自己办的公司正式命名叫彭博，是相当于合作社好了 whatever 就这么一个公司，然后做得很大。现在他个人资产刚刚今年公布的福布斯公布的个人资产，他大概有接近500亿美金。对，不是接近，超过500亿，555亿美金，555，全球第9，对，就前10位了，所以他的资金是非常丰富的。他这次参选宣布，他要拿出1.5个亿，拿出1.5亿，其中有1亿元直接做网络宣传，哇塞，是很厉害。所以他有钱还有的是，他要真正投钱还可以投，这个投的不多，你知道他这个挣了钱之后，这么多几十年下来，他一共捐出来的钱有多少吗？捐了65亿美金啊！对，60多亿的。65亿。他的母校，我忽然想不起来，他那个母校，他前后捐的钱最多，全世界最大一次捐给大学的钱是他捐的，几十亿一下捐。所以他也是非常舍得的人哦。对，他已经签署了一个叫做捐款协议。他死后他把他几乎全有的财产全部捐掉。他已经签署这个协议。这个协议是在美国很多顶级富豪，有不少顶级富豪都签了这个协议，包括比尔盖茨也签。对，包括比尔盖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人士。他做媒体，你看他有通讯社，他有电台，他有电视台。然后他的主项是从事经济分析工作和经济咨询工作，开始，然后后来做到媒体各方面是做得很大，这是他的经济成就。而且他在这个就说我们说他的这些经济成就的同时，其实他对很多的社会问题一直也都很关注。你看他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他也是参与了非常多的这种社会上面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说一些这种积极的项目啊，等等等等。对，我补充一句，我后来想起来，他毕业的大学叫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常有名的大学。是，然后呢，他政治上的成就就是他从事政治活动实际上他最早是个民主党人。然后2001年他要参加纽约市长的选举的时候，他又把自己更换成共和党身份。对，蓝红转换了。结果他是4年1届，连续做了3届的纽约市的市长。是。纽约市市长是没任期制的是，你要做4届也可以啊，你只要想任的话那新西兰一样，新西兰实际上也没有任期制的，你可以任几届都可以，只要人民愿意选你。是，他做了3届下来，他下来不选了。他整个做的3届的过程当中他把纽约市的高中毕业率提高了30%。哇！你别看纽约市很多年轻人高中都不毕业的，他提高了30%他把犯罪率降低了33%。纽约市以前这个犯罪很厉害，这个都大比例33个很厉害了，是，对不对？然后它的碳排放量，纽约市的碳排放量，它把它降了20%。哇，这都是他这人真的是很厉害。市的居民的平均寿命提高了3年。哇，这12年下来，他的成就是非常好的。对，关键是他的前任市长他的前任市长是朱利安尼，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私人律师，现在麻烦缠身，就是乌克兰通话门事件，对吧？
他接的，然后他接完他下来之后呢，他最后又转换成民主党，他特别支持奥巴马的连任。他又宣布自己是民主党，这一次他又宣布代表民主党出来参加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这是他的政治成就。对。那么他的慈善成就哈，我大概跟你讲讲哈。他作为慈善家哈，他捐助的内容包括你看教育，特别他的母校环保、政治创新、艺术、公共健康，前后就在这几个方面就捐了43亿美元。还有很多单项的，很多别的，他这都是亿呀，论亿呀，几十亿，我的天！对，这是他做的事情。第二个，他对全球今后发展的问题上，他特别注意气候问题。他在美国对待气候问题，他跟特朗普完全相反。他坚决支持巴黎协定。他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啊？他甚至去交了1500万美金，作为弥补美国即将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而损失的美国应该交的钱，他去交，他个人把它交，1500万美金，他去交。哇塞！所以可以想象到他对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关注啊！所以你可以说，国际领导人、各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联合国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在对待人类面对全球共同的问题上，他是坚定不移的，他是愿意跟全世界人携手共同来应对全球问题，是尤其全球气候问题。对，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而且你看他真的和特朗普在很多事情上是截然相反的。对呀，对呀，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看媒体报道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为什么关心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总统选举，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关心2点：第一个，他如何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是。第二个，他怎么面对中国的问题？是。对不对？对。所以这2点呢，实际上是我们最注意的。那么对待中国，他有什么问题呢？他跟特朗普相比，他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起码是前段时间完全不一样。那现在能不能顶得住美国那种反对中国就是政治正确，他能不能顶得住不知道哈。但是 BBC 电台，英国的 BBC 电台专门对他做了一番总结。他说 BBC 说今年较早的时候，布隆伯格接受媒体采访就说，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不是独裁者。中国共产党希望保持政权，因此听取了人民的呼声，而且正在对空气污染采取行动，非常正面。他说，但是我们也说吧，就说这个总统上去之后，他能不能够他自己的意愿代表美国，这很难讲的。对，有时候也身不由己。对，所以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整个美国的政治正确，包括2党，包括国会，都是要什么？对抗中国的。对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竞选，我认为这种只为了选举要获胜，他必须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颜色。是，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不管怎么样，他从一贯的表现来说，他对中国政府、中国的治理，他相当程度认可的，尤其对中国对气候的治理，这个努力他是非常认可的。这是他很关注的，对不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世界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面临一个就是说，有些人类共同面临的3大问题，我自己看3大问题，第一个是气候问题，是；第二个是污染问题，第3是全球的资源问题，这3大问题靠民主社会，尤其是过分民主社会是解决不了的。政府必须有强大的治理能力。但是现在过分民主社会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国家治理能力很差。就是政府没有多少力量。你看欧洲整个这些政府，包括法国，包括这个目前的德国，国家治理能力越来越差。那你对待全球问题，你这个治理单位要足够大才行啊！你靠每个人单个的去治理，怎么治理得了？必须有个足够大的单位，这个单位就是什么？国家体系。而且你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他要是只想着自己的利益，那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决。对，没法平衡的。不是国家只想着自己，关键是国家的领导人只想自己。领导人，你说美国如果换一个，像
像这个布隆格格换上去的话，那他保证跟特朗普对待气候问题不一样。那美国的这个政府又变了。所以美国政府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很主要是美国主要的或者国家主要领导人怎么看。的确是。这个治理全球问题啊，单位不能再小了。我觉得治理全球，我主要是那3大问题哈，不牵涉政治问题。是这3大问题，它最小单位必须是国家。才能够治理起来。你国家管了多少东西啊？法律啊，各方面体系都是国家在管。如果全世界这些国家不携起手来，尤其大国不携起手来，面对全球问题，谁也解决不了。现在关于气候问题，联合国很悲哀啊，说本世纪内要控制在2个温度2度以下，控制不到啊。控制不到，很可能就破产了。那你现在美国又不帮忙，那不更麻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了，我都希望美国好好赶紧换个总统，共同来解决全球问题。但是布伦伯格现在的状态，当然我们也说了，在美国的选举当中，你有雄厚的资金，或者你在选举当中有这个资金去作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从胜算上来说，我们只能说他算是特朗普的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但是你说真的能够撼动，我看到现在很多报道还是觉得说悬。对，觉得特朗普胜算更大一些。对，佩老师，您预测呢？你觉得他的胜算有多少？我感他胜算比特朗普大。也可能我是错的，我是少数派，但是我感到他胜算还是比特朗普大。他只是他几个缺点，第一个他出来比较晚。对。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说美国传统上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普通的人比较痛恨精英，比较痛恨很有钱的人，对吧？都是有钱，但是特朗普不是很有钱的人吧？但是他的形象不一样嘛，就他们俩走的完全是这个路，就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民众现在就喜欢。虽然很有钱人，但是他拼命讲一些很接地气的、很粗鲁的，甚至普通人民一听了就喜欢，一听了就解恨的这些话。但是4年表演下来，我想也够了。但是这么说吧，我们也要去肯定特朗普的确也在这4年当中为美国做了很多事情，他所承诺的东西他也做了。对吧？就有，甚至是说他去打击中国，或者是跟中国对抗，这也是他之前承诺的，或者是或者说符合美国利益的，他也做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会不会反而美国的民众是买账的呢？就认为他做的是他说的，而且我们选上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他做到了。你这里有个观点，我跟你不同。他也打击了中国，你说特朗普也打击中国，所以他取得了成绩，为人民称道了，真的吗？我们一直讲贸易战是双输啊，不可能双赢的。那这个东西那不一定的。你有数据说明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感觉，他的感受是关键是他没有给美国挣到利益，他给美国的普通选民挣到了解一口气的这种快感。对呀，这个比较难。就是选举有的时候是为了出口气，对不对？选举完了之后，大家就这个气就泄掉了。他选举就是一个释放压，这个安全阀释放一下，里头气太大了，放掉一点 OK。但是现在选民的心呐，海底的针呐，皮特老师很难说呀。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好意思，皮特老师，我必须要打断你，我们得稍作休息一下，已经到9点30分了。反正我现在是感觉什么民调不准，还就是大家认为的说选民什么不对，就是选民这个东西啊，现在不知道是到底要什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啊，一段广告回来之后，既然说到美国，我们也来说一说关于美国对中国现在的这种态度。间谍问题最近有点火。是的，那咱们一会儿跟皮老师讲。我是慕斯，我是健康睡眠系统，我的使命就是为地球上的每个人铸就美梦。你可以在遍布全球的3600多家专卖店看到我，感受我，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而得到精彩的健康睡眠体验。生命因梦想而伟大，那么就让我来铸就你的美梦吧。慕斯奥克兰店321世界睡眠日促销活动进行中，欢迎进店咨询详情，电话0941544368 0941544368。玉山出新品了，最新推出的 Ushi 乳酸菌饮料，完全不含脂肪，还能益促进肠道健康，喝起来酸酸甜甜，让您一整天都有好心情。还有 Ushi 水蜜桃味冰红茶和 Ushi 芦荟饮品，大颗的芦荟果粒，好好嚼，让您根本停不下来。这个夏天，快来尝尝我们全新的 Ushi 家族吧！玉山之父，你我之福。公司地址43A Lady Ruby Drive East Market，联系电话0927235519 0927235516。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8。您想到汇率高低，我们想到未来趋势。您想到全球商机，我们想到支付方案。您想到业务高效运作，我们想到外汇对冲避险。KVB 昆仑国际向您所未想，决胜千里之外，企业外汇及财资管理专家 KVB 昆仑国际。新华移民留学专注专业个性化，敬业高效18年。新华移民留学电话3798181，移民留学就找新华。周一聊天室带您尽览天下大事，新闻事件深度解析，全球消息尽在掌握。一起相约周一聊天室。每周一下午4点，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是故乡吗？还是远方？在不曾抵达的风景里，百年一瞬，终与您重逢。由平安旅程携手 Panda TV37隆重推出的旅游类专题栏目《平安伴你去旅游》，带你上天入地、下海观山，了解旅游的方方面面。每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Panda TV37 FM 90.6同步播出，敬请关注。石围鲜酒家，老字号的粤式餐厅，天天茶室，精美点心，飞尘出新，特色小炒，时令菜式，喜宴寿桌，社团宴会，欢迎预订。530号 Fraser Road Greenland。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依然是由潘达 TV37以及 FM 90.6正在为您同步播出的《朝闻天下》。那么来到早上的9点33分，我们依然是连线 Peter 老师，就最近一些热点话题为我们做一个深度的解读。Peter 老师您好。哎，你好。来，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刚才既然说到美国的问题，最近关于这个间谍的事情也是有点火呀，中国间谍的这个话题，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家听的比较多，所以就觉得这好像是个问题。但是不是其实Peter老师像这种说中国间谍在美国的，然后又说美国抓了一个某位中国间谍的这种新闻，或者哪个国家吧抓了中国间谍的这种新闻，是不是已经屡见不鲜了呢？对，间谍战这个只要有国家就有间谍战，而且这个国家不管是敌对国家还是盟友，这都有，间谍战都存在的。对，间谍就非常清楚，就像冰山海面上的冰山投一个还另外9分之1在底下一样的。间谍活动是一个非常正常现象，但是尽量就不要暴露被抓你也没办法啊。有的时候交换间谍的时候相互换掉它，有的时候对国家利益侵害大了就判刑啊。尤其抓的间谍如果是本国人的话，那就判得很重的。叛国罪对每个国家都有个叛国罪，叛国罪都是判得很重的。在中国叛国罪最重的是死刑。哇，对吧？对，就是死刑啊，就死刑。在2次大战过程当中，很多间谍罪都是死刑。对，因为他给这个己方造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一旦间谍被泄露、被抓了，而且把情报底子都给掏出去的话，那整个这个安全系统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是，所以我们就说嘛，说这个间谍是就大家心照不宣的，大家都明白，而且这个活动真的就像刚 Peter 老师说的，它就是冰山一样。可是问题就是在整个的最近的这几个事件当中，你会看到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是觉得稍微是不是有一点不太正常？太正常了。首先我们就是应该这样，是吧？包括你们媒体在内，媒体是商业机构啊，它要盈利啊。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讲媒体，经常把媒体看成是一个公众的东西，是，实际上媒体本身背后是在私人手里的，对不对？它是个商业机构，那既然商业机构的话，尤其这种暴露阴暗面的东西，谁不感兴趣啊？对吧？窥视症谁都有的了，是，对不对？那知道一些平时不知道的事情，而且影响那么大，谁都愿意知道。那么商业媒体来说，对媒体来说呢，就是很大的一个抓眼球的东西。会提高它的社会价值和什么商业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变成有的时候真假也不管，为了抢这个新闻，真假不管，报纸先说，先说了呗，多一点点击量，对，先说再说，以后错是他错，也不是我错，就是呢，对不对？对不对？对，是他讲错，不是我讲错，对吧？大概这种情况。那我知道你是要讲什么东西，讲这个最近这个。有一个中国人跑到了澳洲，这个说自己是哇，这件事情闹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王立强，王自强还是王立强？王立强，对，不好意思啊。那么这个人我看了一些报道，我都没有看他的那个有关他的录像，我看了一些报道。那么当然这个敌对中国的势力，那就欢呼雀跃，认为是一个重大的事件，那把中国的谍报系统给清出来了哈。就觉得好厉害哟。中国方面呢，直接否认了，否认，外交部直接出来否认，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逃犯啊，一个逃犯他本身大概就经济上就有一些罪责吧，罪责。你罪责之后，他好像有2个，一个是判了，大概2016年的时候啊，他是在福建的光泽县法院被判了1年3个月，或者缓期1年6个月。对。然后到了19年的2月份，就是今年的2月份今年2月份，他因为进口汽车做虚假案，骗了460万人民币。然后这个立案就是19年的，就今年的4月19号被上海的静安区公安局立案了。但是呢，他很快呢，到了10月份，他就去了香港。对，所以他今年去的香港。那么他现在报的情况，他自己报的情况，他实际上在香港已经服务了一段时间了。所谓这个在香港的这个叫什么中国创新投资公司。那么创新投资公司就否认认识他诸如此类的。所以这里是有点搞不清楚。但是我自己观察这些事情，我感到他呢，应该是这样，他可能很注意这些因为你知道，在香港他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看不到的书籍和杂志，都是写一些号称为中国内幕这些东西。有些人特别感兴趣特别，包括我们新西兰也有人感兴趣，跟我坐在聊天，头头是道这一看都是从香港的书摊买回来书，看着可有味道然后看到后来以至于是很真实，都变成脑袋里固有的故事了然后你给他有的时候逻辑分析他说这个也的确有点不对但是有人信到之后，可能我是有点怀疑他是不是信的太多了，变成了故事了另外呢，他讲的一些关于谍报的一些这种大概的逻辑上的东西，那是成立的。那谍报系统就是这样的你有多少事实在支撑呢？没有，它那个过程那个逻辑上大的概念上讲都是符合逻辑的。对，但是这些符合逻辑是我们市面上都是看得到的，尤其可能大家平时不关心，你注意关心的话，他讲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所以都不是什么秘密。当然对普通人来讲，可能说好像第一次听到所以我就感到他的真实性还是差了一点。另外呢，他的岁数才26、7岁。然后他说他服役了5年了，说是还是几年了？对，你看服役5年，但是他那时候大学那时候他在国内了，他还没去的香港了，对不对？诸如此类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岁数，按照中国的情报系统发展，自己的这个谍报人员，包括被重用的干部，这个岁数绝对不可能用。没有40岁以上，绝对不可能承担这么重要的任务。你也不稳定嘛，说白了，对吧？而且成为一个谍报人员要长期考察，考察的内容非常多，有很多考验，有很多观察，才能够成为一个有一定承担能力的谍报人员。这全世界的谍报系统都是一样的。你看那个斯诺登，他不是谍报，他就是个电脑操作人员。对，他透支情报，他不是领导人，他成不了。你看看全世界被抓的谍报重要人员，
没有一个40岁以下的，都有一定的岁数。而且，其实 Peter 老师啊，就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可能在很多影视剧啊，或者是我们在一些新闻当中可以看到一些端倪，但这个系统现在或者说整个的这个，我们就说情报部门，在整个世界上，其实是不是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学问，或者是说它其实是真的有一批人在从事这件事情？那当然啊，我不是讲吗？我们讲到香港问题的，香港是3大谍报中心之一啊。各个东西，包括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的谍报在这个活动也是很多的，都在里头活动，全世界都在里头活动。它就是一个国际城市，它是个谍报中心。这个对中国来说，为什么中国很注意国家安全？就已经回归是中国的一个领土了，但是它还是保持以前的地位，这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是威胁是很大的。所以中国的情报系统和安全系统在香港必须加派人手，也是维护。不仅是香港的安全，更是中国国家安全。是，那皮尔老师，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间谍也好，说情报系统也好，是不是不仅仅像咱们电影里头看到的，比如说执行什么破坏呀、暗杀呀这样，它的这个情报收集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吗？对，你这样，我们大概讲三个方面的情报。第一个，商业情报，目前全世界上最普遍的就是商业情报，因为你不是谍报人员，你可以做商业情报。这里头完全是金钱买卖，你是人用钱买通你或者什么东西啊，这是第一。第二，军事情报，这是全世界最传统的情报系统。对，你看中国情报史哈，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是，都是关乎的军事情报。你如何打胜别人、战胜别人，军事情报太重要了。是，到今天都是军事情报是历史最长、范围最大动用的资金最多的情报系统。然后就是政治情报。政治情报可能军事情报稍微区分一点，更注意是某个国家的政府上台人士之间怎么调整，怎么相互之间能为自己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的一些情报。这3大情报是一分类你就知道那情报多丰富啊。对呀，你没看今年就是2019年中央电视台做过若干期关于中国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商业安全的电视片，列举了很多被抓的在中国的重要的军事研究部门、科技研究部门、大学、政府统计部门里头的这个好多干部都被抓了。而且讲得出他当时都审了，也定了案了，就是说怎么被拉下水的，有时出国时候被拉下水的，通过网络诸如此类拉下水，给了很多钱，然后有些是为了金钱，有些是为了他自己对政治经济、国家政治经济的一些认识，大部分是为了钱。是这么真实的就在身边发生了好多。如果我们在海外，我们一般不大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但是我是经常看中央电视台，起码做了4期专门讲中国的安全问题，里头的例子包括有个别被抓的人出境，最重的判死刑的这些案例，全部在电视里讲。好精彩啊！我觉得我听了一部电视剧的感觉。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9点45分了。看来这件事情呢，就是你要是真的仔细去钻研或者看一看，也蛮好玩的。但是这么一对比，你就觉得澳大利亚的那个媒体爆出来的，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儿戏了呢？对吗？对，太儿戏了。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早上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的连线。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接着聊。Able Music 专业钢琴及器乐学校，12年老字号，分校遍布 City 皇后街、Epsom、Botany、Henderson、北岸、Mount Albert， 1对1授课、集体课，强大师资，各种乐器，比赛考级，免费乐理课，电话4446888。在 Snowberry， 我们正在新西兰创造真正有效的天然护肤品，并已通过黄金标准临床试验证明了这一点。Snowberry 让自然与科学完美融合。奥克兰教育中心成立于2001年，从小学1年级到13年级，课程辅导、教育咨询、升学规划、升医学院、留学美国、英国。优秀是教出来的，孩子成就最好的自己就是优秀。张老师的团队值得您的信赖，电话0962303366 0962303366。你好 ，Lisa，come look。
哇，这不是天空塔旁边新建的综合大楼吗？ Yes, the view is just beautiful. 真的，不但可以看到天空塔，还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大桥。You sell them, Lisa. 来吧，如果你想拿到最新的图片、价格表、宣传册，现在就给我电话022-1948-160 022-1948-160。Go, go, go! Call Lisa quick. 大成电器为顾客提供物超所值的家用电器，专业品质、亲切服务，让顾客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生活更舒心。欢迎莅临我们奥克兰东区展厅，092173888，2173888。平安旅程，新西兰华人的一站式旅游服务团队，提供特价机票、定制旅游、度假套餐、旅游包车，1周7天，每天12小时，竭诚为您服务。详情咨询，请立即拨打2823939，2823939。GPOS 世博商务20年软件开发经验，拥有数千家客户。GPOS 智能超市管理系统、餐饮系统、移动支付、网络销售。GPOS 世博商务带你进入商业管理的信息时代。电话6388-288，6388-288。这里是新西兰，传说中的长白云之乡，神秘的中土世界，更是当仁不让的人间天堂。这里妥妥成为了旅游达人的打卡圣地，因为天生丽质那是不用说了，后天的努力保护更是不能少啊！面对严峻的生态考验，我们一起在行动。新西兰环保部联手潘大 TV37，共同打造自然生态探秘节目《绿野新踪之 Doc 自然说》，带您深入森林，探索海洋，寻访珍奇，遇见更精彩的新西兰。还等什么？准备好行囊，和我们一起出发喽！周3早上9点半，熊猫电视台 TV37和 FM 90.6以及网络频道同步播出，敬请关注。这里有新闻资讯和您最关注的时事热点，这里有家长里短和您身边的人生百态。新闻不止一面，生活所以精彩。朝闻天下，新视野，新感觉。朝闻天下 On Air。好的，欢迎回来，早上的9点48分，最后一节内容了。您现在收看的依然是由潘大 TV37和 FM 90.6为您同步直播的《朝闻天下》，我是志鹏。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娇。当然，对于我们刚刚聊到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来参与啊，就关于王立强的事情，也看到了，现在很多都来什么出来揭秘的，或者说出来什么这个洗清的，就是说根本就不是像他说的那样的。但是我要补充一点是什么？这个。其实西方媒体这么报，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去看啊，就每一次类似的事情发生之后，媒体都是铺天盖地的报，就生怕自己被落下了，赶上去就是比如说批评中国的这一波，那他们就好像错过全世界一样的那种感觉，所以争先恐后。但是你看，如果这件事情比如说被澄清了，接着他们怎么做？就不报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我就息事宁人，我就不说事儿了。对，你也不能说我什么吧，我就不报了呀。你说是假的，那我也不吱声了，就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呀。这种做法，反正我是不支持，但是我能理解，对吧？肯定是不管你怎么样，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左边也好，右边也好，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目的达到了，那就算完了。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说让大家知道，你看我们多厉害，我们抓到了一个。那个，比如说间谍，或者是你看有间谍都向我们投诚了，我们多厉害，然后就结束了呀。那剩下的至于信与不信，那很多的只要有一部分人信了，他们的目的不就达成了吗？所以，哎呀，这个东西很难讲了。那国家和国家之间，每个人还没有每个人自己的利益，这不是很正常的吗？而且他们现在，你就比如说这个澳洲这个事件，也人学聪明了。你看他的这个有一个是。相当于他的也是情报部门的一个主管啊，他也是在调查当中，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对外界说啊，他说这个事情反正一直是在积极调查啊，他说那个因为害怕媒体分析啊，因为害怕说很快出现一个反转的情况，啪啪打脸，所以他就说，他说特意说了一句，他说强调调查期间不要妄下结论，但是你把这个事儿说出去了，其实基本上你的这个初衷就已经达到了。所以就是一样的，就像那段时间说那个，比如说我们说
英国发现货车里边不就直接说是中国人嘛，那不就铺天盖地报完了之后发现不是之后，不就立刻就不报了嘛？是，这件事情就消失了。你看我们当时在得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那不也是在群里，在我们什么朋友圈。各种的酸酸溜溜的语言都出来了，等到最后发现不是，没隔1天吧都不到，发现了不是之后，立刻大家就再也不讨论这个话题了，不吱声了，对吧？你这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好了，这件事情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还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有一个好消息要来告诉大家，真的是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你像这周日就是12月1号了，所以呢就进入到圣诞月，很多各个地方的这种精彩的圣诞活动呢，也是陆陆续续就要跟大家来见面了。所以今天呢，就先跟大家来说。在 Penang， 其实 Penang 啊，在奥克兰这个地方呢，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我们经常说奥克兰不是分区嘛，说大家去 Ponsonby 是属于那种时尚酒吧，年轻人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那么 Penang 呢，相对来说就是有很多的画廊。有艺术展，也有很多那种有趣的小店，文化气息非常重，而且呢，附近有很多，比如说像什么那个architect， 就是我们说建筑公司等等，像这种艺术品的展览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全都设立在那儿。所以这不也是到圣诞节了嘛？那 Penang 也是当仁不让的要推出一些，比如说精彩的活动啊，或者说这种展示啊等等。大家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Penang 现在的一个圣诞庆祝活动当中的亮点，它会在广场当中呢，展出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些灯的装饰品，大家呢都可以去现场去观看啊、拍照啊等等等等。顺便的呢，周围也有很多的小店都会对圣诞节呢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活动。我记得我好像是上周还是上周我去过Penang，我还看到它那个里边啊，就是 Penang那条街上有个小店在卖圣诞树。而且是卖各种圣诞树的那个装饰品，特别特别漂亮。所以如果要是家里边圣诞树已经支起来的啊，想要去买的，可以去Penang看一看，逛一逛。是，其实这种地方就尤其是你看这么多这个漂亮的彩灯啊，这种装饰，估计晚上过去拍照片应该也是挺好的一个去处。对，这个尤其是文化气息比较浓厚一些，所以看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应该也比较感兴趣。而且Penang那边它也是就是也有很多的类似于像教堂啊等等，他们也会在圣诞节前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去举行。而且我是还蛮喜欢Penang那个小社区，他们就也不大，然后呢，其实住的人也不多，艺术气息特别浓，然后他们会有自己的网站呐，会有自己的那种，比如说像 business association 啊，会有那种文化的中心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就会总会团结起来搞一些小小的活动，就那种感觉特别好。是我对这边倒是没有特别直观的印象，因为去的次数也不是很多，但是我通过你的描述，我能理解出来，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北京的798，它就是一个这个文化艺术中心，对，然后它就很有创意的东西。小小的，就一到任何的一个，比如说节日啊或者什么的，他们都会搞出一些活动来，你就给人感觉特别好，也都是没有什么不收费的。其实生活当中还是需要这样的东西的，然后咱说都不说陶冶情操那么高了，对吧？但是你去那儿真的是感觉身心很愉悦、很放松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跟朋友一块去逛逛，尤其是我觉得现在这种文化气息啊，真的是我们现在节奏生活也是越来越快，但是很多人可能你的生活的这种仪式感都有时间去讲究，但是有时候这种文化的气息，我个人觉得可以真的是增添一些。对，大家都说喜欢惠灵顿，很多人喜欢惠灵顿，不喜欢奥克兰，就觉得奥克兰俗，太商业化，对，就很俗。就说那惠灵顿特别的浓厚的那种艺术的氛围。对，其实Penang就算是我的感觉啊，就很像是小的惠灵顿一个缩影，它就集中在那条街上了。然后经常会有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那个事情发生。你看前段时间他们不也搞过那种艺术展，还让大家就在那条路上去找一些艺术品，然后拍照打卡，然后就类似于像海在可以去探秘，他就总会想出这种好办法来，所以我觉得是挺值得去鼓励鼓励的。是这两天抽空的就去溜达溜达，或者周末的时候，对吧？这种地方啊，你要是凑人少的去，反而没意思。就得是人多，再一个就是反正多也多不到哪儿。就是你也不是说非得要去看那个灯，就是去感受一下。就那周围不也有很多餐厅啊，晚上带着孩子去看一看、玩一玩，挺值得的。而且这马上到圣诞节，像什么 Franklin Road 那些什么灯展啊等等，都逐步都会出来了。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啊，夜晚适合出去逛一逛，天气又暖和了，都可以带着孩子啊去稍微感受一下。这个周末天气应该就不错。可以，我刚才还去扫了一眼，扫了一下，这应该周末的天气都不错，温度也挺适宜的，大家可以出去看一看。
好，周末去哪儿就定这儿了。就定这儿。好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马上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真的是，你看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珍惜生命，对，很多事情。感恩生活，感恩生活。不知道今天又是感恩节，对。然后呢，这结尾呢又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真的是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放松身心的事情。工作归重要，挣钱也重要，没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有钱真的不是万能的。没错，这2句话你看倒过来说，其实也是很有道理的，是，对不对？有时候这个怎么讲呢？你对生活的这种感悟啊，其实也不是说到了一个特定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的。就像每天节目结束之前吧，都跟大家说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对我们的关注跟支持。其实每天我们都怀着一种这样感恩的心态去跟我们的对，感谢大家真的是陪伴我们嘛，也是我相信大家也是同样的陪伴着我们所有的事情，把它好好的珍惜。是，今天同样还是要这么说，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